我在火车上收到了父亲发来的短信：火车发动后千万不要发出声音，这个世界已经被外星人入侵，发出声音的人类都会被降维打击，只有保持安静才能活命。我看到短信心脏骤停，因为我的父亲已经失踪了3年，电话也早就停机了。那现在发短信给我的究竟是谁呢？我大气都不敢喘，连忙回拨了过去，可那边却传来了电子提示音：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怎么会这样？停机的号码怎么能发出去短信呢？就在我震惊之际，火车开始发动了。我看着短信不敢出声，这不像是恶作剧短信，更像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，所以我还是选择先不出声。我的好兄弟王强就坐在我旁边，为了不让他发出声音，我打开手机备忘录打字给他看。王强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我没有在和你开玩笑，保持安静，求你了，信我一次。王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看着我坚定的表情，他也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条触手突然伸进了车厢，径直向正在说话的人刺去。只见被触碰到的人直接从3维变成了2维，就像是一幅画被画在了地上一样。我的天哪，这就是降维打击吗？看来那条短信的内容是真的。在所有发生的人都被处理后，那条触手便离开了车厢。我走过去仔细检查箱体，发现箱体和窗户竟然都完好无损。难道触手和我们不在同一维度吗？可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车厢里还剩下零星几人，他们都被吓得不敢乱动。车厢里死寂一片。王强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然后用备忘录打字问我：陈杰，你怎么知道不能发出声音的？刚刚那条触手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刚刚收到了一条短信，短信告诉我世界已经被外星人入侵了，发出声音的人类都会被降维打击，而且发短信的竟然是我那失踪3年的父亲，所以我选择了相信。那条触手就是外星人对付人类的武器吗？我刚想打字回复王强，就看见一个工装男走了过来，他颤颤巍巍地问道：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条触手是什么东西？完蛋了！工装男话音刚落，那条触手就猛地钻了进来，直接戳中了他的身体。不出所料，他被降维了。其他人也差不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谁都不敢再发出一丁点声音。不过短短几十秒，原本热闹的火车就只剩下了10几个人。我们从各个车厢聚集在了一起，看着遍地的2维人类，谁都不敢轻举妄动。有人打算报警，可手机却一格信号都没有。就在我们紧张无措的时候，一个西装男拿出了手机对着我们：你们好，我叫周刚，是一名心理学的在读博士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找乘警帮忙。他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我转眼看着遍地的2维人类，有好几个都穿着乘警的制服，于是我提出了疑问：你没看见地上的乘警吗？他们都被降维了。一定还有幸存的乘警，你们没发现列车还在往前开吗？就算其他工作人员都降维了，驾驶员应该还在吧？周刚说的不无道理，因为现在火车还在向前行驶，搞不好驾驶员还活着。这时一个夹克男也拿起了手机：你们好，我叫刘猛，如果驾驶员和触手是一伙的怎么办？那我们不是去送死吗？动动脑子，如果他们是一伙的，那乘警就不会死了。而且我们的手机都没信号，无法向外界寻求帮助。我听说驾驶员都是配有卫星电话的，那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收到了短信：切记不要求助车上的任何工作人员。我看完短信脸色煞白，赶紧打字与大家交流：你们好，我叫陈杰，我知道这件事非常荒唐，但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所以信息有必要共享。在刚上车的时候，我收到了失踪3年的父亲的短信，他说这个世界已经被外星人入侵，让我在火车发动后不要发出声音，否则就会被降维打击。我知道这很扯淡，但我选择了相信，而且现在事实也正如短信内容一样。就在刚刚，我又收到了父亲的短信，他让我不要求助任何工作人员。大家看完我手机上的字，都是一脸的不敢置信，只有周刚冷笑：一个停机的号码怎么可能发得出短信？你爸都失踪3年了，怎么可能知道你今天会坐火车呢？还有就是所有人的手机都没信号，你的手机又是怎么收到短信的呢？我心里的某根线猛然绷紧。对啊，我竟忘了信号的事情。周刚的表情突然变得凶狠起来：陈杰，你话里漏洞百出啊！你百般阻止我们求助外界，到底是什么居心？大家此刻也都把目光投向了我，我也不慌张，从容地介绍起了自己。我是警校大3的学生，上过学校官网的优秀学生榜，你们不信的话可以上网查。现在连信号都没有，你让我们怎么查？一个黄毛见状也紧跟其后。对呀，而且看你这样子，也不像是学警的人。我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黄毛，刚开始他没有参与讨论，只是试图打开手机里的游戏，可由于手机没有信号，他这才加入了讨论。只是他就像浑身有蚂蚁在咬一样，显得非常难受。周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兄弟，你是不是有网瘾啊？距离断网已经过去半个来小时了，你现在一定觉得浑身难受吧？是呀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只有逃出去，我才能在药店给你找到合适的镇静药物，那样就能缓解你的痛苦了。都说病急乱投医，黄毛很快就对周刚言听计从。太好了，那怎样才能快点出去呢？我们需要按响车里的警铃，让驾驶员知道车里发生的事情。你疯了吗？发出声音会惊动触手的，到时候我们一个也逃不出去。周刚只是淡淡瞥了我一眼，并不打算理我。周刚，你有多少把握？50%。周刚，只有50%的把握，你就敢按响警铃吗？各位，你们亲眼所见，发出声音的人都是什么下场？周刚的方法就是让你们去送死的。此刻除了周刚，每个人都犹豫不定。
如果赌输了，我们是会被降维打击；可如果赌赢了呢？驾驶员可以帮我们联系外界，我们都可以逃离这个该死的地方。就看你们是愿意在这里等死，还是跟着我去寻一线生机。不得不说，周刚很会煽动情绪，这或许跟他就读的专业有关，擅长抓住人类的弱点。黄毛见状也跟着附和了起来。与其在这里担惊受怕，我愿意赌一把。而且周刚也跟着我们一起去按铃，要死大家一起死，他没有理由故意害我们的。此话一出，很多人都纷纷表示愿意赌一把。我见状也知道无法阻止了，于是我便拉住王强，示意他跟我去隔壁的车厢避难。陈杰，我劝你也别太相信那条短信，如果真是你爸发的，那他为什么不提前阻止你上车呢？我不想再理会周刚，可王强悄咪咪地来到了隔壁的车厢。令我意外的是，我的身后还跟着2个人，一个是刘猛，另一个是30岁左右的孕妇。你们好，我叫李芳，我的孩子没几天就到预产期了，我没有勇气跟周刚他们去赌。我点了点头，又看向刘猛。相比起周刚而言，我觉得还是你更靠谱一点，毕竟现在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能用常理解释了。陈杰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啊？我看了一眼手机，至今我爸再没有发过一条短信，我不敢轻举妄动了。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可是你爸发短信，这是太匪夷所思了。难道你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吗？而且没有信号的情况下，怎么可能收到短信呢？我没有立刻反驳王强，只是在手机上打出一串字：如果你真是我爸，就把我的生日发过来。接着我便按下了发送键，但不出意外，信息一直处在发送中的状态。看来想联系上父亲是不太可能了。就在这时，周刚那节车厢传来了刺耳的警报声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那节车厢。不出所料，铃声还未结束，触手就钻进了车厢。随着铃声的停止，车厢也再次陷入死寂。我虽然看不清他们经历了什么，但不出意外的话，周刚他们都应该已经被2位化了。就在触手即将收回的时候，我来到窗户边往外看，只见空中盘旋着一个黑色漩涡，触手就是从那里伸出来的。看来我的猜测没错，这条触手无处不在，它可以无视空间自由穿梭。那些彩色的洞应该就是用来感知声音的。我再次拿起手机查看，没想到那条短信竟然发出去了。可由于过于激动，我一个没拿稳手机，直接滑落在地。完蛋了，触手闻声而来。就在他快要碰到我的时候，王强直接将我扑倒在地。我们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触手失去了目标，只能像个瞎子一样在车厢里摸索。而且我发现他感知不了太小的声音，比如心跳和呼吸，他就感知不到。此刻触手就像发了疯一样到处乱窜，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。我们迟早会被触手找到。我的目光四处寻找着，终于在前方的座位上发现了一个玻璃杯。王强和我对视一眼，全然明白我的打算。我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，当手指触摸到杯子的时候，悬着的心近乎到了嗓子眼。可我不敢大意，因为车厢里有5条人命。我拿起杯子，下定了决心，猛地朝前方扔去。触手闻声而动，随即猛然向杯子刺去。我们再也顾不得其他，闷着头就向下一节车厢冲去。就在冲进车厢的一刹那，窗外突然一黑，火车进入隧道了。吵闹的铁轨声在隧道里回荡，掩盖住了我们的声音。看来暂时是安全了。周刚他们都死了吗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死了。当然了，他们也有可能是进入了2维空间，变成了2维人类。我可不想变成2维人类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啊？我没有回复刘猛的问题，而是拿起手机查看。没想到父亲回我消息了，你的生日是12月6号。我激动坏了，12月6号就是我的生日。给我发短信的果然是我爸。此刻我差点哭了出来。看来我们有救了，父亲肯定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天文学家。下一秒，父亲又发来了短信：不要相信任何人。我心头一颤，不明白父亲发这话是什么意思。任何人包括现在在我面前的3个人吗？可是王强和我从小玩到大，是我好兄弟啊，难道指的是李芳和刘猛吗？突然我觉得后背凉飕飕的。刘猛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我身后，他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。陈杰，你爸又发来短信了吗？我心脏骤停，因为刘猛的眼神此刻变得非常冷酷。就在这时，李芳满脸痛苦地倒在了地上，她快要生了。最先反应过来的是王强，他连忙找了件外套帮李芳盖住。刘猛马上又恢复了6神无主的模样，满脸愁容，就好像刚才的事只是一个幻觉。可我没有时间去探寻真假，李芳的孩子随时都有可能生出来，一定会发出声音的。陈杰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接生了。李芳，你现在只能把孩子生下来，为了我们大家的性命，你千万不能叫，疼的话就咬住这条毛巾，能做到吗？李芳吃力地点了点头。等等，陈杰，你会接生吗？我不会，但是王强会，他上过半年的急救医疗课，其中就教过怎么紧急接生。陈杰，我不相信李芳能受得了生孩子的痛。还有就是孩子出生肯定是要哭的，不哭的话孩子会被憋死的。对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我的大脑突然灵光一闪，火车在隧道里的时候，轮子滑动铁轨的声音会特别大，可以掩盖车里所有的动静，扰乱触手的判断。换句话说，隧道就是触手的盲点，只要在隧道里的时候接生，说不定能躲开触手的追击。接生一个孩子少说都要半个小时，在隧道里不过几分钟，时间不够啊。你说的不够准确，这条路线我是经常坐的。再过不久，火车会经过一条很长的隧道，火车至少能在隧道里行驶15分钟。你能把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吗？王强没有贸然回答我，只是看向李芳。李芳坚定地点了点头。王强决心一横，那就试试吧，总不能不让这孩子出生吧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刘猛，你也有任务，等孩子出生之后，
你要第一时间拿毛巾塞住孩子的嘴，与长隧道相隔不远，还会有一个短隧道，到了那里再让孩子哭个够。刘猛见状也连连点头。火车进入隧道后，李芳开始生产，牙齿紧咬着毛巾，牙龈不知怎的弄破了，血液都溢在了毛巾上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可孩子仍然生不出来。时间已经过去了14分钟，我心跳加速，手脚发凉。完蛋了，难道我们真的都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李芳终于把小宝宝生了出来。我长松一口气，可就在这时，父亲突然发来了短信，这次只有短短3个字：快趴下！快趴下是什么意思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李芳就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，她的转变让我始料不及。与此同时，刘猛一把抢过了孩子，他用力在孩子的背上拍了几下，孩子瞬间哇哇大哭。此时火车已经驶出了隧道，孩子的哭声肯定会引来触手的。我见状，用力挣脱开了李芳，然后向王强扑去。刹那间，触手伸进了车厢，李芳和刘猛连带着孩子当场被降成了2尾。触手在确认周围没有声音之后，便缩了回去。陈杰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问我，我又去问谁呢？我到现在都不明白，李芳和刘猛为什么要刻意害我。只是李芳抓住我的时候，那力气完全不像是一个刚生产完的孕妇。还有就是刘猛，我清晰记得他那诡异的表情，这一切都太离奇了。我把短信的事也都告诉了王强，所以给你发短信的真是你爸，是他救了我们。我想是的，可是电话停机要怎么解释呢？还有就是没有信号也能收到短信的问题，这还是很奇怪啊。是很奇怪，但这个与外星触手相比还重要吗？只要我确认父亲还活着，并且一直都在帮我就够了。等我们安全逃脱后，再去查明这些也不迟。可你爸让你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这里面也包括我，对吗？理论上是这样的，我相信我的父亲，可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我实在找不到怀疑你的理由。也许我爸并不知道你也在火车上，毕竟他以前特别疼爱你，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，不是吗？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了周刚向这边走来，他竟然还活着。周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还活着呢？我在按响了警铃之后就躲进了厕所，等我再出来的时候，发现他们都被降维了。你这个混蛋，你一开始的计划就是这样的对吧？让黄毛他们当试验品，那可是10多条人命啊，你就没有一点内疚吗？我能怎么办？我妈明天过生日，我爸早就病死了，他只剩下我一个亲人了。如果我死了，他还怎么活？是他们自愿相信我的，这事不能赖我。我气得想上去揍他一顿，但还是忍住了。陈姐，我现在相信你说的话了。之前是我太狂妄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之后你说的每句话我都听，你们别丢下我，求你们了。我想活着回去参加我妈的生日，我给她买了个金寿桃，我就想亲手给她。王强明显被触动了。陈杰，其实带上周刚也不是不可以，人多力量大，不是吗？但我并不这么想，因为我在看周刚手机里的文字时，竟然发现右上角有一个闹钟的图标。周刚，你为什么要设置闹钟？你不是想回家给你母亲过生日吗？为什么还要害我们？周刚见我识破了他的诡计，立刻换了一副面孔。因为我们早就死了，陈姐，你也逃不出去了，我们都要死在一起。周刚的闹钟在此刻响了起来，他随即将手机扔向我们，触手闻声而来，抓向了手机。我和王强趁机跑到了下一个车厢。周刚见计划落空，他边走边骂：陈姐，你以为你躲得过去吗？谁都不能幸免，谁也无法幸免。周刚的声音盖过了闹钟，触手立刻向他刺去，接着他就被印在了地板上，宛如一张人物喷绘，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。王强被吓得脸色苍白，而这时父亲的短信再次传来：这节车厢里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我没有理会这条短信，因为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火车在此刻进入了隧道，车轮的声音淹没了整节车厢，我终于可以放心的说话了。王强，下一个要杀我的就是你了，对吗？陈杰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刘猛和李芳死的时候，我就起了疑心，为什么李芳只抓住我，却对你毫不在意，就好像他们只想置我于死地一样。然后就是周刚，他全程都在和我直接对话，就连手机也是朝我的方向扔过来的，根本就没管你。怎么可能啊？我当时跟你在一起，他往哪里扔，效果都是一样的，不是吗？没错，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，你口袋里装着的是什么？王强听罢瞬间变脸，怎么了？不敢掏出来吗？陈杰，你不愧是警校的优秀生，居然被你发现了。他随即掏出了一块没有表带的电子表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表塞到我口袋里？原本想等这条隧道过完，可惜这条隧道太长了，竟然需要10分钟，而你又已经发现了我的计谋，真是让人头疼啊。话虽这么说，可他的脸上并无半点忧愁，或许他还有别的招数对付我。其实你根本就不是王强，对吗？这已经不重要了，来到这里的人都不会活着出去，你爸也救不了你，是吗？那我只能自己救自己了。说罢，我便掏出了折叠刀，径直朝王强刺了过去。王强下意识用手去挡，手里的电子表掉在了地上。我一脚把王强踢翻在地，然后捡起了电子表。你错了，10分钟从来都不是这条隧道的时间，隧道总共5分钟。之所以你以为是10分钟，是因为出了隧道紧接着是一个山洞，虽然同样是黑，但不同的是山洞的回声不够大，根本不足够掩盖车里的动静。所以王强，你去死吧！就在火车即将驶出隧道的刹那，我按响了电子表的闹钟，接着便把电子表扔到了王强身上，触手闻声而来，径直刺了过去。火车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活人。我又看了一眼父亲最后发给我的短信，这节车厢里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此刻我终于想起了一切，外星人早在10年前就已经入侵了，触手就是他们用来对付人类的武器，大部分人类都被降维了。我的父亲作为幸存下来的科学家，夜以继日地研究打败外星人的方法，
可就在研究快要成功的时候，外星人找到了他的研究基地，父亲毫无意外的也被降维了。1周前，幸存者的首领找到了我，他表示可以用科技手段让我进入父亲的意识中，打败外星人的方法肯定就在那里。这辆火车就是父亲的意识，而给我发短信的正是父亲的潜意识，他一直都在暗中帮助我。火车上的乘客是外星人创造出来阻止我的，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围攻我，是因为父亲在用潜意识限制他们的思想，让他们短暂的忘记了自己的使命，误以为自己真的是乘客，而打败外星人的方法就藏在这节车厢里。经过一番寻找，我终于在座位下面找到了一本笔记本。太好了，人类有救了！笔记本里就藏着打败外星人的方法。父亲，我一定会完成你的遗愿，打败外星人，拯救人类的。最后，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解决掉了触手，并把外星人赶回了老家。全剧中，暴雨末世第20天，我意外觉醒了动物读心术。深夜，我听到邻居养的宠物狗说：“这个死胖子没食物了，居然想吃我！今晚我先吃了他。”本来我以为这是自己的幻听，没想到第2天邻居真的死了，他的屋里围满了人，尸体被物业的人打捞了上来，就摆放在地板上。404是怎么死的？连内脏都被掏空了。物业小张听罢，说出了自己的猜测：我们是在水里发现他的，捞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，估计是他意外落水，然后被水里的鳄鱼吃了内脏吧。此时我突然想到了昨晚的幻听，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？我悄悄看向尸体旁的宠物狗，只见它乖巧地看着主人，完全不像会吃人的怪物。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总觉得这条狗比前几天大了一圈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：人类的内脏就是好吃，口感跟冰淇淋一样。不会错的，这是那条狗的心声。昨晚我听到的都是真的。想到这里，我努力保持镇定，顺手拿起一本犬科知识手册挡住脸。可那条狗还是注意到了我，该不会被403发现了吧？不如今晚就去吃了它。我瞬间心脏骤停，只想赶紧回到自己家。可这时小张又开口了：几位业主，404家的宠物狗，你们谁方便照顾一下？你们不知道，早上6点的时候，这条狗到物业拼命挠门，下着大雨它游泳过去的，腿上还有残疾，真是条忠犬啊！这条狗名叫黑兔，是小区有名的残疾狗，2个前肢比后肢短了一半。这时我刚好翻到了有书签的一页，上面赫然写着犬科动物背的介绍，而且还有配图。背是一种神秘的犬科动物，和狼类似，但背的前腿发育不良，会比后腿短上1截。9狼才出1倍，背比狼更狡猾凶残，智商极高，常常趴在狼的背上指挥狼行动，所以就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“狼狈为奸”。我又看了一眼黑兔，果然跟书上描述的一样，它不是狗，而是狈。404在这一页插上了书签，说明他也知道了真相，这才想着杀了黑兔来吃的。401在此时开口了：小黑兔真可怜，主人死了，它既伤心又害怕，要不来姐姐家吧，让姐姐照顾你。不行，你不能收养它，这条狗我建议安乐死。屋内几人听罢都诧异地看向我。书上说了，这不是狗，而是狈。不信你们看，404就是发现了它是狈，所以想杀它才遇害的。你们不觉得黑兔的肚子格外大吗？404肯定是先被它咬死在了水里，然后吃了内脏，接着他又跑去物业求救，装出一副忠犬的样子。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况且狈生活在山里，城市里哪来的狈啊？你说黑兔吃了自己的主人，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闭嘴。我告诉你，狗狗比人类单纯1000倍，只有龌龊的人才会这么想狗狗。我正要怼回去，小张忙打圆场：黑兔是游泳到物业的，肚子大肯定是喝水喝多了。402两口子见状也连忙附和。403的怀疑也有道理，毕竟之前有媒体报道过，宠物在缺粮时会吃掉主人。401听罢非常激动，连忙去厨房查看，没想到竟然在地上发现了狗粮。你们看，这里还有一大袋狗粮呢，根本不存在食物短缺的情况，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吧？众人见状纷纷打消了对黑兔的怀疑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有狗粮的话更糟糕，这说明他已经把人列在食谱最前端了，只要饿了，他就会优先找人吃。好了，各位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，黑兔就交给401的小姐姐照顾了，大家各回各家吧。几人见状也都陆续回到了家。临走时，我又听到了黑兔的心声：陈姐，你等着吧，吃完401我就去吃你。我被他的心声吓坏了，赶紧回家关上了门。家里的食物只剩半个馒头，我狼吞虎咽的吃完便又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中午12点了，我决定去404碰碰运气，看看他死之前有没有留下食物。404的房门并没有关，我悄悄来到他家厨房，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恶啊，该不会是被物业的人提前拿走了吧？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听到了微弱的求救声：救命啊，快救救我！我顺着声音来到卧室，竟然看见401躺在那里，肚子烂了一个大洞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就在这时，贝的脚步声传了过来，我吓得立刻躲进了床底，不敢发出半点声音。没一会，那只贝就走了进来。令我感到震惊的是，才过去了半天，它的体型就足足长大了1倍。这个女人还没死啊，生命力够顽强的，比我之前的主人强多了。接着贝又开始吃了起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它突然停止了进食。401这下彻底死透了，可我看见他的手竟然指着我的位置。这个贱人死了还想拉我垫背。贝很聪明，他看懂了401的手势，立刻俯下身子看向我这边，四目相对，我直接给了他一拳。
然后径直朝门外跑去，被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但最后还是被我顺利逃回了家。被恼羞成怒，竟一边拍门一边开口说话了：“你个小鬼，快给我出来！”这时402两口子听到了动静，打来了电话询问情况。陈杰，你那边怎么了？我们从猫眼里什么都看不到，又不敢开门。你们千万别开门，401已经死了。门外说话的是黑兔，也就是那只贝。不会吧？你说他吃人，我还能勉强相信，但是说人话也太离谱了啊！你家门口的监控应该拍到了，不信的话你自己看。最近一直下雨，我家监控摄像头受潮了，啥也看不到啊。你家监控能用吗？发过来看看。应该可以用，等会我就发给你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查找监控录像，突然发现业主群里有人发消息，点开一看，竟然是401。802，你不是生物学博士吗？我家狗好像生病了，你能不能来401看看？我愿意用1箱方便面作为报酬。完蛋了，这是被用401的手机发的，802危险了！我见状连忙在群里艾特802。你不要去，401已经死了，不管你信不信，现在发消息的是一只贝，而且这只贝已经变异了，每吃一个人就会长大1倍，还会说人话，你千万不要上当啊！接着我找出了监控视频发到了群里，视频中那只贝正疯狂拍打我家的门。403，你有被害妄想症吗？就是一条大狗在拍门而已，怎么被你说的那么邪乎？我可听说401和你有矛盾，刚才4层的确动静很大，是不是你们打起来了？对啊，有矛盾请私下解决，不要浪费公共资源啊！如果401真的被吃了，402没有理由不知道的。402一直没说话，所以这件事不可信。群里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我。402的那对夫妻虽然热情，但为人异常谨慎，他们没有亲眼看见死去的401，所以就没在群里说话。这时物业小张艾特了我：403业主，请不要将私怨扩大到群里，有任何事情可以和物业沟通，否则我有权将你踢出业主群。我被小张的话气到冒烟，索性破罐子破摔。行啊，都不信是吧？那你们尽管来4层好了。这时802竟然给我发来了私信：403，我相信你，多谢你的提醒，我是不会上当的。如果你需要帮忙，就告诉我一声。太好了，你不是生物学的博士吗？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贝的详细信息？我想知道该怎么对付它，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城市里，又为什么会变异？拜托了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等我查到了相关信息，会第一时间给你发私信的。有了802的加入，我顿时长了几分信心。可要命的是，物业小张此时联系我了。403业主，我已跟401取得联系，现在上去调解你们的矛盾，5分钟后见。你别来啊，401真的已经被吃了，你来的话就是下一个。可小张居然无视我的消息，完蛋了，10人贝的晚餐有着落了。我见状立刻拨打了小张的电话，可他居然不接。我马上就到了，见面再说。我又急又气，想打开门拦住他，可我对着猫眼往外看，那只贝竟然就站在我家门口。狩猎时刻到了，陈杰，晚餐就不吃你了，留着你当夜宵吧。我不敢再看，因为小张走过来了。很快一阵凄厉的惨叫声传来，接着便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想必这次402那两口子听清楚了，他们应该信了吧。这时402的电话果然打了过来。陈杰，这次我们相信你了，要不要去救小张啊？他叫得好惨。要怎么救啊？我们打开门，你往我们家跑，跑的途中看一眼小张的情况，如果没救了，就直接跑到我们家来；如果有救的话，你就大喊一声，我们冲出去跟你一起救他。这么安排你没意见吧？很合理，没意见。我在心里默念1、2、3，随即就握着棒球棍冲了出去。只看了一眼，我就知道小张活不成了，贝正在啃食他的内脏。我趁着他专心进食的空档，飞快跑到了402的家里。陈杰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小张已经没救了，而且贝的体型又变大了不少。我说罢便将监控视频发到了群里。各位业主，这下你们总该相信我了吧？天哪，小张太惨了，这居然是真的。贝在吃了小张之后肯定还会变大，你们如果早点听我的，就没这么多事了。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关好门窗，不要让他有可乘之机。大家听罢都纷纷对我表示了感谢。陈杰，你衣服都湿透了，这是我的衣服，你先去卧室里换上吧，别着凉了。我听罢便拿着衣服来到了卧室，可就在准备换衣服时，口袋里的犬科知识手册突然掉出来一个信封。我拆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404没有寄出去的信。爸爸，我好害怕，但由于天气原因，我没法去找你。1个月前我搬到了这个小区，我的邻居402看见我非常热情，他们夫妻俩帮我搬东西，还经常给我送甜品。然而就在暴雨开始的第5天，他们敲响了我的门，送给我一只前腿很短的小狗，说是他们从老家带来的特殊品种。但我发现这条狗有些奇怪，它每天晚上都蹲在我床边盯着我。让我毛骨悚然的是，有一天我竟然看到它对着我流口水。于是我翻阅了犬科知识手册，结果让我大吃一惊，它竟然不是狗，而是贝。而且我发现它会在晚上偷食物给402，这时我才意识到贝和402是一伙的，所以我决定杀掉它。明晚我就打算行动，等杀掉那只贝之后，我就想办法把这封信寄出去。这里有我现在的住址，希望你能带着物资来找我。爱你的儿子。看完信后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我去404没找到食物，原来都被402弄去了。就在这时，王哥开始催我了。陈杰，衣服换好了吗？快出来一起吃饭。我哪里还敢换衣服，连忙来到客厅。王哥，那只贝应该已经走了吧？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先回去了。我刚刚看了，
他还没走呢，你还是先留下来吃饭吧，不用跟我们客气。我看到王嫂做了一桌子菜，现在可是暴雨末世啊，他俩好像一点都不担心食物的问题，而且他们屋里好像缺了点什么。对了，是缺了一个孩子，这里根本就没有孩子生活的痕迹。对了，王哥，我好像记得你们有一个孩子吧？他到哪里去了？他估计自己跑出去玩了吧？那个孩子太调皮了，他去到哪里，哪里就不得安生。我记得他们的孩子才2岁，怎么可能一个人跑出去玩？难道说……想到这里，我的手机来消息了，是802给我发的私信。你千万要小心402，贝可能是他们从老家带来的。我刚调查出来，原来他们是动物学家，目前在做一个科研项目。那只贝应该是基因合成的产物，它之所以会说人话，是因为有人的基因。看完消息，我恍然大悟，那只贝就是他们用孩子改造的。我现在就在402，快来救我！你想办法去他们的卧室，我放绳子到窗台上，你顺着绳子爬上来。王哥，好冷啊，我还是先去卧室换衣服吧，你们先吃。我说罢便来到卧室，然后爬上阳台。802果然放下了一根绳子，我用力抓住绳子，802在上面使劲拉我。没过一会，我就看到贝站在了阳台上看着我，他们果然是一伙的。等到了802，我瞬间瘫坐在地，整个人都没了力气。802见状自言自语道：“没道理啊，明明加入了大猩猩的基因、贝的基因，还有熊的基因，为什么会这么弱呢？”等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在我一脸疑惑时，402两口子带着那只贝走了进来。我们都说了，你的这只比不上我们这只，我们在贝的基因里融合了人类的基因、熊的基因，还有真菌孢子，它每吃掉一个人都能增大1倍，并变强2倍。你这只太弱了，空有人的外表，虽然可以伪装成人类，但却失去了兽的野性。好吧，我承认是我实验失败了，愿赌服输，你们请便吧，快吃吧，宝贝儿子。听到这里，我总算明白了一切，原来我也是一个实验品，并且也有贝的基因，所以我并没有觉醒什么读心术，而是因为我和那只贝是同类。眼看贝慢慢向我逼近，我的恐惧竟然消失了，紧接着身体也发生了变异，我彻底爆发了，一爪子将贝干翻在地。哈哈，我成功了，我的实验品才是最强的。你们看啊，陈杰把黑兔秒杀了。402的夫妻见状，整个人都傻掉了。我来到他们面前，直接扇飞了他们。802此刻已经吓尿了裤子。陈杰，你不会想杀我吧？是我创造了你，我就是你的父亲啊！不等他说完，我直接一爪子送他上了西天。接着我变回了人类形态，然后拿出手机在群里发了消息：各位业主朋友，食人贝已经被402和802合力干掉了，但令人遗憾的是，他们3人也在战斗中牺牲了。只可惜了他们家还有很多食物没吃完，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自己来拿。邻居们见状都表示自己家快断粮了，很需要食物。人性的贪婪在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我静静地站在这里，耐心等待着猎物的到来。全剧中，我在看电影时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：千万别看大银幕，世界末日已经到来，快点回家避难。就在我以为这是谁的恶作剧时，荧幕上的电影画面突然消失了，紧接着一道黑光从荧幕里射了出来。我吓得立刻站起来看向周围，只见身旁的观众死死盯着荧幕，眼睛渐渐变成了红色。不对劲啊，短信的内容难道是真的？我顾不上多想，立刻飞奔回家。到家后，我发现爷爷正在搬箱子。爷爷，这些箱子是从哪弄来的呀？半个小时前快递员送过来的，我大概看了一下，一部分箱子里装的是食物和水，剩余的箱子里装着斧头、锤子、钉子、木板之类的。我估计是你的养父陈强寄给我们的。爷爷，你的病又犯了。陈强已经去世6年了，他怎么可能寄东西过来啊？是啊，爷爷老糊涂了。就在这时，王叔突然打来电话：陈杰，别看电影了，快点回家，世界末日要来了。王叔，我已经回家了。世界末日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待会你的手机里应该会收到紧急通知，我已经安排人过去给你送物资了，大概半个小时后就到，你记得收一下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再次陷入了思考。王叔的物资还没送到，那么这些箱子到底是谁寄来的呢？王叔是铁路局的副局长，他知道一些内幕很正常，但寄箱子的神秘人又是什么身份？为什么会知道世界末日的呢？就在我疑惑之时，手机里突然弹出了紧急通知：各位市民朋友请注意，由于某种未知的病毒正在大规模感染蔓延，为了您的生命安全，请遵循以下规则：第一，务必在今晚8点之前回到家；第二，尽可能多的囤积物资和武器；第三，回家后立刻紧闭门窗；第四，如果你来不及回家，请就近寻找容身之所，但千万不要躲进火车里；第五，如果有任何生物试图伤害你，你可以使用任何方式击毙对方；第六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请务必在21天后再出门；第七，预计在7天后，官方会完成第1阶段的清理工作，届时将有工作人员上门为大家注射疫苗；第八，工作人员只会穿黄色防护服，如果有身穿其他颜色制服的人上门，请千万不要与对方接触，如果对方强行闯入，请立刻击毙对方。就在我刚看完通知时，那个神秘人又发来了短信：陈姐，你要记住以下几件事：第一，关死所有门窗，再用木板封上，千万不能让一丝光照进来；第二，如果遇到危险，敲开主卧南边第3块地板；第三，你和爷爷只能吃我寄给你们的食物，21天内不要吃别人给的食物；第四，疫苗可以注射；第五，千万要保护好爷爷，他很重要。我看完短信立刻行动，把家里的门窗都用木板钉死了。
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陈杰，快开门！王局长让我给你送物资来了。我立刻想起了短信的内容，不要吃别人给的食物。王叔应该也算别人吧？你把物资放在门口就行了，我待会开门拿。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把耳朵贴在门上，听见他下楼梯的声音，这才放心了下来。很快就要到晚上8点了，楼上的刘哥突然在门外喊我：“陈杰，你门口的物资是谁的呀？还要不要了？官方通知的太晚了，我去超市买物资，结果连根毛都没买到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刘哥，门口的物资你全拿去吧，我不要了。我靠，真的吗？这些物资多少钱？我转给你双倍的。不用了，你快把它们搬回家吧，马上就到8点了，你再不回家就来不及了。啥也不说了，等21天后我请你吃饭。刘哥说罢便搬走了物资。时间到了晚上8点，手机彻底没信号了。究竟是什么病毒这么厉害？难道跟他说黑光有关吗？爷爷此时已经做好了晚饭，我看着桌子上的红烧肉，突然想到了短信的内容，赶紧掀翻了桌子。别吃，快把家里的食物都扔到马桶里，我们从今天起只能吃箱子里的东西，家里的食物已经不安全了。最后我们吃了箱子里的面包和罐头。吃完饭没多久，楼上突然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：“老刘，你不要咬我呀！救命啊！老刘疯了！”可恶啊！没想到王叔送来的食物也有问题，刘哥肯定已经变异了。晚上10点，楼上又传来了动静，我听见有人在砸他们家的门，紧接着就传来了说话声：“生命体征探测为0，感染痕迹为中度，死亡数为3，暂未构成感染源。现在执行清理，清理完成，垃圾回收，回收完毕。”我仔细听着这一切，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，最后是一行人拖着垃圾袋离开的动静。看来那些尸体都被他们带走了。就在我打算回卧室睡觉时，突然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。住户陈杰、陈江海，现在通知你们，你家楼上503的住户已经被感染，全家3人全部死亡，现已对503进行隔离，并将对你家进行病毒除杀，请你们在室内不要动，如果闻到刺鼻的气味也不要恐慌。随后便传来了电钻的声音，他们竟然在钻我家的门，很快门就被钻出了一个小孔，接着黄色的烟雾便充满了整个房间。我赶紧拿出了箱子里的防毒面罩，然后给自己和爷爷戴上。神秘人简直神了，他竟然能预测到这一幕的发生。等烟雾散去之后，门外竟然传来了开锁的声音。我见状赶紧和爷爷躲进了主卧，很快门就被打开了。接着他们拆掉木板走了进来。生命体征探测为2，感染痕迹为0，403住户，请你们继续保持警惕。紧接着他们便离开了我家。我先找东西把门上的小孔堵上了，接着重新钉上了木板。他们去老刘家是破门而入，但来我家却没有破门，而且门锁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难道他们有我家的钥匙？小姐，那个人的身形看起来好眼熟啊。你说的是哪一个？就是站在最前面说话的那个。他看起来像谁？我一时间也想不起来了，但就是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。我听罢很惊讶，爷爷的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。如果他觉得一个人很眼熟，那就代表他对那个人印象很深刻。那你再好好想一想吧，如果想起来了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深夜我去上洗手间，发现爷爷看着我养父陈强的照片发呆。12年前，陈强在一列火车上捡到了我，他告诉我火车上发生了不幸的事，我的父母都遇难了。但就在6年前，陈强卧轨自杀了，终结他生命的还是那辆火车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心脏骤停。昨天我之所以会去看电影，是因为王叔给了我一张电影票，而电影的剧情正是火车上发生了感染事件。为什么这一切都和火车有关？就在这时，我突然看到爷爷的眼睛变红了。爷爷，你是不是偷吃什么了？我被饿醒了，就吃了一个馒头。馒头是以前买的，真空包装的，应该没事吧？我听罢立刻跑回了主卧，并拿出了匕首防身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我见状赶紧来到客厅。住户403，我们检测到你家中存在疑似感染痕迹，请开门接受检测和清理。你们肯定是搞错了，我们家没有人感染，请你们离开。你不要害怕，检测到疑似感染痕迹，并不意味着有人感染了，我们会进行深度检测，不会耽误你们太多时间的。我听罢带着爷爷躲进了主卧。小姐，是不是因为我吃了那个馒头？都怪爷爷，你让他们把爷爷带走吧。不行，肯定还有办法的。这时我突然想到了神秘人的短信，如果遇到危险，撬开主卧南边第3块地板。于是我用匕首迅速撬开了地板，里面竟然藏着一枚胸针。主卧是陈强生前的房间，难道神秘人就是陈强？可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爷爷，你见过这枚胸针吗？见过呀，我还以为他丢了呢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爷爷说罢便将胸针别在了衣服上，下一秒他的眼睛就恢复了正常。就在我震惊之际，那帮人破门而入了。生命体征探测为2，感染痕迹为0，看来是我们弄错了。403住户，你们暂时安全了，请保持警惕，再见。等等，你们为什么要弄坏我家门锁？上次来的时候明明就有钥匙啊。上次来的是我的同事，至于他为什么会有你家的钥匙，我就不清楚了。3天之内我会安排人过来换锁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家的门是往外开的，这几天岂不是会很危险？非常抱歉，我们会尽快安排人过来的。他们走后，我只能把门尽可能的关紧，然后封上可有可无的木板。爷爷，这个胸针到底是什么来历啊？这是小强从铁路局带回来的。这个胸针好像有什么魔力，你戴上之后眼睛就恢复原样了。是啊，不如问问你王叔吧，他可能会知道些什么。毕竟小强生前是他的下属，
等手机恢复信号了，我就联系他。晚上我让爷爷去主卧休息，自己则躺在沙发上守夜。早上我被一声巨响惊醒，只见一个身穿防护服的人走了进来，可他的衣服竟然是粉色的。我突然想到了紧急通知里的规则，如果有身穿其他颜色制服的人上门，请立刻击毙对方。小伙子，我检测到你们家有感染源，请立刻跟我离开，我会保护你的安全。好的，那你在前面带路吧。我趁他转身之际，直接一刀刺了上去。等他没了动静之后，我就把他的尸体扔到了门外。2天后，他们终于上门换锁了。接着又过去了4天，信号终于恢复了正常。这时手机突然弹出一条通知：市民朋友们，感染防控第1阶段即将结束，接下来请您务必注意以下事项。第一，从今晚8点开始，将会有工作人员陆续登门为大家注射疫苗。第二，在接下来的14天内，请尽量不要外出。如果您一定想要出门，可以向工作人员索要防护服，穿戴整齐后即可出门。第三，如果您索要了防护服，则默认成为志愿者，您将必须服从安排，完成志愿者所需的工作。看完通知，我立刻给王叔打去电话，想要问个明白，可他的电话始终打不通。就在这时，神秘人又发来短信：陈杰，这段时间千万别让爷爷出门，你们小区需要1名新门卫，你可以申请去做门卫，他们会同意的。为什么神秘人要让我去当门卫？我索性直接给他打去电话，可结果也是打不通。中午12点，工作人员上门给我们注射了疫苗。我想成为志愿者，在小区里做门卫，请问可以吗？你怎么知道小区里缺门卫的？我猜的，我们小区的门卫大爷都70多岁了，所以我猜他没能看过这7天。你猜得很对，他在末世第1天就死了。接着他们便给我拿来一套防护服，我穿好之后便来到了门卫室。可就在这时，神秘人又给我发来了短信：陈杰，你已经顺利出来了吧？现在立刻去电影院，我在那里等你。看完短信，我立刻冲向电影院，可刚进门就看到一只怪物站在那里。就在他准备攻击我时，王叔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，一刀便将怪物砍翻在地。陈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爷爷呢？他在家里呢。胡闹！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？大家都注射了疫苗，应该已经安全了吧？你太天真了，在这短短的7天里，全球有接近1半的人都被感染了，我们根本清理不完。王叔，这究竟是什么病毒啊？难道是丧尸病毒吗？如果是丧尸病毒就好了，这个病毒可比丧尸可怕1万倍。12年前病毒第1次爆发的地点就是那辆火车。感染病毒的人会被4维生物占据身体，也就是被当成了4维生物降临的媒介。但那一次感染病毒的人很少，被我们很快就清理干净了。这一次却异常的多。那4维生物为什么要来3维世界呢？因为4维世界的能量已经被他们吞噬殆尽，他们会一层一层的往下吞噬，吞噬完3维世界的能量之后，他们就会继续去2维世界，以此类推。那有没有办法能彻底消灭他们啊？有倒是有，但是就在王叔话还没说完时，陈强竟然和爷爷走了过来。陈强，你不是早就死了吗？呵呵，如果我不假死的话，估计也活不到今天吧。你早就想除掉我了，不是吗？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小杰，让我来解释给你听吧。你王叔并不是铁路局副局长，而是超自然事件处理局的局长，专门处理这种超自然事件。我则是局里的技术组组长。4维生物其实只有1只，我们称之为4维本体，剩下的都是它的分裂体。被分裂体占据的人战斗力不强，可以被我们用武器消灭，但4维本体却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，人类根本无法战胜它。那本体为什么还不来呢？因为本体只能占据和它频率相同的人，而那个人就是你。我们检测到在14天之后，你的频率就会和本体的频率达成一致，到时候它就会占据你的身体。我们不是有那枚胸针吗？戴上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免疫了？没用的，胸针是我做出来的实验品，它只能免疫分裂体，无法免疫本体。那如果我死了的话，本体不就没法过来了吗？如果你死了，本体会自动搜寻其他人，总能找到和它频率相同的人类的。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陈杰，事到如今我就直说了吧，唯一能拯救3维世界的只有你了。我们已经掌握了把人类降维的技术，降维技术可以把你降成2维，也就是送你去2维世界。在14天后，4维本体还是会占据你的身体，但它吞噬不了我们这个3维世界了，只能去吞噬2维世界，接着就是1维世界，以此类推。别说了，快点行动吧，我愿意做出牺牲。小杰，你不要相信他在撒谎。本体在吞噬完2维世界之后，还会回来吞噬我们这个世界的。6年前，我因为得知了真相，和你王叔大吵了一架，他想杀我灭口，所以我才选择假死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吞噬2维世界最少需要50年，我们可以利用这50年研究怎么对付他。一切都是徒劳，我们不可能战胜他的。你们都别吵了，这次让我做一回主吧，我选择替你们争取50年的时间。爸爸，这12年来我第一次这么称呼你，但也是最后一次了，你一定要和爷爷好好活着。和他们做了告别之后，王叔带我来到了实验室。这个触手就是外星人的降维武器。多年前，我和一位少年战胜了外星人，从而得到了它。王叔说罢便操控触手刺向了我也顺利来到了2维世界。王猛，我们的计划成功了。是呀，12年前你在火车上杀害了陈杰的父母，然后收养他，再用苦肉计让他自我牺牲，这一招真是太绝了。虽然我的做法有些残忍，但也是没办法啊。如果不这样做，而是强迫陈杰去2维世界，他肯定会在那里自杀的。到时候本体还是会寻找别的人类寄生。没错，虽然陈杰只给我们争取了50年，但也够我们逍遥快活了。50年后，我们早就入土了。
谁还管这个世界灭不灭亡啊？两人离开后，爷爷悄悄走了进来，他已经偷听到了一切。接着，爷爷利用触手也来到了二维世界，并把真相告诉给了我。此刻的我悲愤交加，直接选择了自杀。全剧中，凌晨物业突然发来群消息，有一个疯子闯进了我们小区，他见人就咬，大家在屋里待好，千万不要给别人开门。可就在此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救命啊！他要来了，求你开门救救我！我不敢理会外面的声音，继续看着业主群。保安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不拦住那个疯子？非常抱歉，保安也被那个疯子咬伤了，我们已经报了警，大家好好待在屋里，别出门就行。随后物业又发了一张保安的照片，只见他的手臂被咬得血肉模糊，我心脏骤停，这哪里像是人咬的呀，更像是被野兽咬的伤口。这时有人在群里向物业询问情况，那个疯子拿了什么武器吗？这伤口可不小啊！物业人呢？那个疯子长什么样啊？穿什么衣服？总要告诉我们吧。可物业却在此刻没了消息。门外的呼救声越来越大，我悄悄从猫眼往外看，只见一个受伤的男人站在门口，这不是楼下305的王叔吗？陈杰，我知道你在家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！他快追过来了，我会死掉的。王叔平时对我不错，是小区里的热心肠，所以他绝不可能是咬人的疯子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打开了门。王叔进来后长舒一口气，我看见他的伤口跟保安的差不多。王叔，这是被那个疯子咬的吗？是呀，那个男的就是个疯子。我出去给我家老伴买药，看见物业发的消息就想赶紧回家，结果他就在我们这栋楼，而且就在3楼。他看见我就直接扑上来咬我脖子，还好我躲了一下，只咬到了我的胳膊。我听罢有些震惊，哪有疯子会去咬别人的脖子？这听起来更像是电影里的丧尸。对了，王叔，那你为什么不回自己家呀？别提了，他正好堵在我家门口，我情急之下只能来你家求救了。那你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吧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等我把水拿来的时候，王叔竟然已经睡着了。我见状赶紧在群里发了消息，各位邻居，那个疯子在我们这栋楼3楼的王叔被他咬了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出门。他的攻击性很强吗？竟然会咬人，简直就是疯狗啊！我看着群里不断弹出的消息，心里有些发慌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隔壁有敲门声，隔壁403住着一个上班族。我记得他曾经在业主群说过，自己10点之前就会睡觉，那他岂不是没有看见群消息？我也没有他的手机号码，所以只能通过业主群加他好友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疯子竟然说话了：我好难受啊，快帮帮我，开门帮帮我好吗？很明显，这是疯子的苦肉计。他把耳朵紧紧贴在门上，听着403的动静。谁呀？有病吧？大半夜敲什么门？那个疯子听到声音竟然笑了：快帮帮我，求你开门帮帮我，我好疼啊！403这时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，我赶紧给他发去语音消息：兄弟，千万别开门，门外是个疯子，有保安和业主都被他咬伤了。谢谢你啊，我肯定不会开门的。疯子见没人开门，竟然向我家走了过来。他对着猫眼往里看，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动，只要动了，他肯定能察觉到里面有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个疯子转身离开了，走向走廊尽头的房间，那边是402和401。我赶紧在业主群里通报了疯子的去向。402和401，疯子去你们那了，千万别开门。物业20分钟过去了，警察怎么还没来？你们该不会没有报警吧？不知道物业报没报，反正我报了。警察说今天接到的类似案件有些多，等会来我们这边。什么叫类似案件有些多？难道疯子不止一个吗？我的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就在这时，物业终于回了消息，警察已经到物业了，我们马上去楼上查看情况。对了，在家的业主都不要睡了，警察要做笔录，还有受伤的业主我们会一起送去医院。我看到信息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王叔，快醒醒，物业带着警察来了，等会就送你去医院。王叔没有反应，我赶紧伸手探了探，他还有呼吸，只是身上很烫，看来是发烧了。物业305的王叔发烧了，等会可以先送他去医院吗？好的，我们马上来接他。这时403突然发来语音消息：你屋里有人被咬了吗？快跑，来我这！物业不是物业，他们已经变异了，没时间了，他们马上就要去找你了。什么变异啊？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之前在楼道里装了一个小监控，看见物业和被咬的保安都上来了，但根本没看见警察，说明他们撒谎了。然后我又看了新闻，这几天世界各地都发生了疯子咬人事件，这绝不是巧合，所以我怀疑他们都感染了丧尸病毒。虽然这只是我的猜测，但信不信随便你。我缓缓看向王叔，他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。这时楼梯间也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就信你一回，快点开门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你好，我叫陈杰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我叫王强。如果你的猜测是对的，那为什么他们会像人一样呢？丧尸不都是没有智商的吗？可能我对他们的称谓不够准确，不应该叫他们丧尸，而应该叫智尸，也就是有智商的丧尸。如果丧尸有了智商，那岂不是全人类的灾难吗？先不讨论这个了，看看外面的情况再说。我在走廊上也装了一个小监控，手机上就有实时画面。我看见物业已经来到了我家门口，为首的就是那个受伤的保安，他的伤口还在流血，但脸上却露出邪笑。你看到了吧？根本就没有警察。我想在群里通知其他人，王强连忙阻止我，别在群里发消息，物业也在群里，消息会被他们看到的。那也不能看着他们送死啊！我先通知几个关系好的邻居吧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我立刻给401打去电话，那是一个家庭主妇，
人也不错，电话很快接通。怎么了，陈姐？刚刚我好像听见物业上来了。红姐，你听我说，千万别开门，上来的不是物业。不是物业吗？那是谁呀？我不能说是丧尸，因为他肯定不会信的。于是我换了个说法，那是疯子假扮的，疯子不止一个，所以千万别开门。我又用同样的说辞告诉了402，希望他能相信我说的话。接着我继续查看外面的情况，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房门被打开了，智师也不见了踪影。是你屋里的王叔开的门，他们全都进去了，肯定在找你。这时从我屋里传来了呼喊声：陈杰，你在哪啊？物业带着警察来了，你快出来做笔录啊！我冷汗直流，物业根本没有带警察，王叔却说警察来了，那就证明他也已经变成智师了。王叔在此时又给我发来消息：陈杰，你去哪了呀？警察同志们都等着你呢。王叔手臂好疼，陪王叔去医院好不好？他在引诱我出去，我没有回复。很快他们就从我家出来了，接着敲响了王强家的门。你好，业主，警察来了，请开门。我们紧紧捂住嘴，一言不发。他们见状走向了走廊的另一头。我再次给401和402发消息，警告他们千万别开门。可就在这时，401竟然开门了。开门的是红姐的老公。你们终于来了，看嘛，就是屋里的人。我老婆非说你们不是屋里，我都说他整天疑神疑鬼的。对了，警察嘞？警察马上到，我们先进去说。没过一会，我就听见了凄厉的惨叫声。402这时给我发来消息：陈杰，你刚刚听见惨叫了吗？他们果然不是物业。我没骗你吧？所以不开门就对了。现在你肯定被他们盯上了，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了。是啊，他们知道我给401通风报信了，我们还是先报警吧，等警察过来就安全了。你好，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，我们小区出现了咬人的疯子，他们咬了好几个人了。我知道你们那的情况，今晚很多小区都报警说有疯子咬人，我们正在……完蛋了，警局也沦陷了，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此时402又发来消息：我能不能去找你们抱团啊？我现在一个人很害怕。可以啊，你直接来403就行。没一会402就背个包过来了。他叫流氓，我和他是打球时认识的，也算是老朋友了。智师的目的很明显了，他们就是想感染所有业主，所以我们必须赶紧逃离小区，动作慢的话就跑不掉了。你们谁有车啊？我有车，但车钥匙还在402呢。就在我们准备开门去拿车钥匙时，物业他们从401出来了。401的夫妻明显已经被感染，静悄悄地站在物业身后，而男人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子。随后他便开始砸402的房门。看来他们连一户业主都不想放过，还好我出来了，不然肯定也会被感染的。但402砸开后就是403了呀，我们必须赶紧走。先去我家躲一会吧，他们之前已经去过我家了，应该不会再回去了。瞬息之间402的房门就被砸开了，接着几人一股脑涌了进去。趁现在快去陈姐家。回到家后，我给他俩都拿了一把刀，把刀收好了，危机关头应该用得上。他们看402没人，肯定会去403的，然后看到403也没人，他们就会去别的楼层了。我们等到那时候再去刘猛家拿车钥匙。王强听罢便拿出手机继续查看监控。事情的发展和我预料的一样，智师们在看到403也没人后，便开始前往别的楼层。就在我们动身前往刘猛家时，那个保安竟然杀了个回马枪。还真让我猜对了，我就知道你们几个没有走。接着他竟然变成了丧尸的模样。我靠，他竟然还会变身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别怕，看我的！快跑，他的同伴很快就会发现这里的。我们来到车库后，竟然看到有3个人等在了那里。你们别害怕，这3个人都是我认识的业主，我把智师的事情都告诉他们了，他们也愿意加入我们，多个人也多个帮手，不是吗？这位是黄老师，这个是周刚，他也有一辆车可以用，这个叫张帅。既然你们都是刘猛认识的人，那就一起走吧。我们3个人坐刘猛的车，你们3个人坐周刚的车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比较好呢？我们这座城市已经沦陷了，现在只能去外市了，先出去再说吧。在车上我不停翻看新闻，越看心越凉。这些智师就如同瘟疫一般，迅速席卷全球，各个城市都在宣布沦陷，让居民尽力活下去，等军队救援。这些智师有人类和丧尸2种形态，他们可以自由切换形态，让人类很难判断其真实身份。你们对分辨智师有什么头绪吗？我有个办法可以分辨，人类的瞳孔在光照下会收缩，而智师的瞳孔则不会收缩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通过观察，我一直在观察他们。你也太牛了吧！我马上跟周刚他们说一下。千万不要说，那3个人我不太相信，我怀疑他们里面可能有智师，所以先别告诉他们。周刚说车子没油了，我们在前面加油站停一下吧，顺便买点物资。我们来到加油站，工作人员已经跑光了。加完油后，大家进入超市收集物资。这时屋内的灯突然灭了，不过1秒又重新亮了起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小心碰到开关了。我们开始往车里搬物资，王强还偷摸拿了几台强光手电筒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的肚子突然痛了起来。张帅，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厕所？我一个人有点害怕。好啊，我正好也要方便一下。我和张帅来到厕所之后，直接掏出了口袋里的折叠刀。陈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别演了，张帅，我知道你不是人类，快点现出原形吧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和你一样是幸存者啊。是吗？既然你不愿意现出原形，那我可要直接捅上去了。可恶的臭虫，我看你是在找死！张帅说罢，直接变成了丧尸。
就在他准备攻击我时，一把匕首直接从后面刺中了他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好不甘心啊！呵呵，没想到吧？在超市里，王强是故意关灯的。在他开灯的一瞬间，我就注意到了你的瞳孔不会收缩，所以我们商量好了对策，为了不误伤他人，这才把你引到了厕所。我们见张帅没了动静，便继续开车前进。在车上，我们收到了官方发来的消息，让我们前往龙市，那里有刚建好的临时避难所。1天后，我们终于赶到了龙市的避难所，前面排了几条长队，一个个等着做检查。检查完后才能进去避难所。我看着他们的检查方法，觉得有些奇怪。为什么不是用强光照射瞳孔呢？而是用试纸检测血液？就算血液能检测出来，那也不知道要过多久。他们不会还不知道怎么分辨致尸吧？要不要去告诉他们啊？他们不可能不会分辨致尸的。生化危机已经爆发3天了，我们普通人都发现了分辨方法，他们官方难道还不知道吗？有些不对劲啊！我看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快走吧。大家都陆续上了车，但黄老师却犹豫了。王强，这几天的奔波让你的神经有点紧绷，我还是愿意相信官方的。要不你们走吧，我选择留下来。我想挽留，却被王强拉住了。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我们能做的只有尊重他。那我们现在该去哪呀？去虎市的乡下吧，我老家就在那里，乡下应该暂时没有沦陷。1天后，我们到了刘猛的老家，路上搜集的物资足够吃上半年，而且这里还可以种菜，食物根本不需要担心。2天后，我们看到了新闻，龙市的避难所已经确定被致尸占领。看来王强的决定是对的，黄老师应该是凶多吉少了。半年后，我们的手机突然弹出通知：各位居民朋友们，致尸疫苗已经研制成功，所有注射疫苗的致尸都变回了人类，在外避难的幸存者可以回到自己家了。我们看到新闻激动不已，立刻开车回到了小区。保安和张帅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了。我靠，什么情况？你们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想要杀掉致尸，就必须砍掉他们的脑袋。当时你们只是刺伤了我们，让我们暂时陷入了昏迷而已，所以我们才侥幸存活了下来。现在我们都打了疫苗，已经变回人类了。王强听罢，拿起强光手电照向他们，果然看见了他们的瞳孔在收缩。没问题，他们已经变回人类了。奇怪，他们不是已经变回人类了吗？为什么还能保留致尸的记忆呢？难道说……此刻的我并没有说出内心的想法，而是在深夜偷偷跟踪张帅出门，没想到他竟然在无人的树丛里啃食流浪猫。我的猜测果然没错，他们现在还是致尸，疫苗只是让他们无法变成丧尸的模样，但嗜血的本性还是存在，而且他们已经彻底融入了人类世界。今天啃食的是猫，明天就很有可能啃食人。就在我准备去找王强和刘猛时，保安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。陈姐，你很聪明，但有点聪明过头了。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当然是彻底取代人类了。像人类这种软弱的臭虫就应该被淘汰。现在全球80%的人类都已经变异了，你就认命吧。我听罢绝望地闭上了双眼。王强、刘猛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张帅的话漏洞百出，我们早就感觉到不对劲了。晚上去你家找你，发现你不在家，我们就找到这里来了。全球80%的人类都变异成致尸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当然是彻底消灭致尸了，就从这个小区开始。随后我们便展开了灭尸行动。全剧终，丧尸末世第100天，官方突然发来通知：各位市民请注意，全球的丧尸已被消灭了90%，但剩下的丧尸都变异成了人尸，他们可以伪装成人类，请大家时刻保持警惕。我刚看完通知，好友王强就发来消息：快跑，你的女友雪莉是人尸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雪莉就出现在了我身后。王强发了什么消息？怎么又给撤回了？我看着消息已撤回的提示，长舒一口气。王强这个家伙真是谨慎，差点就被雪莉看到了。他发给别人的消息，不小心发给我了，所以才撤回的。时间不早了，快睡吧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趁雪莉还没睡醒，立刻来到了王强家。昨晚的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雪莉怎么可能会是人尸呢？陈杰，你还记得你和雪莉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当然记得了，就在1周前，我亲眼目睹了人尸吃人的全过程，但因为太害怕，我当场被吓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后，我忘记那个人尸的模样了。官方对此非常重视，他们安排了一个催眠师给我催眠，用来帮助我找回记忆，而雪莉就是那个催眠师。没错，我怀疑雪莉并没有帮你找回记忆，而是让你彻底忘记那段记忆。我听罢心脏骤停，不敢置信地盯着王强。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吃了我呢？因为你是唯一幸存的人尸目击者，所以官方时刻在保护着你，他哪敢顶风作案呀？可问题是官方的警力有限，对你的保护期是2周，时间一到你就死定了。可这些都是你的猜测呀，我不能因为这个就去和官方说吧，估计他们也不会相信的。陈杰，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条件，没车又没房，长得还丑，雪莉是一个白富美，刚认识你几天就爱上你了，还和你同居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他这样做不就是为了监视你？可恶啊，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道理。王强说罢便拿出了一个胸针，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产品，它可以抵抗催眠声波。今晚雪莉给你催眠的时候，你就带上这个胸针，看看有没有作用。我接过胸针，内心还是有些犹豫。相信我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我当然相信你了，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我失业没钱，都是你请我吃的饭，我们认识的时间可比雪莉要。等等，我竟然不记得和王强是怎么认识的了。巨大的惶恐席卷我的内心，如果再继续催眠下去，我会不会连自己是谁都会忘记？晚上到了催眠的时间，雪莉给我带上了催眠仪器，一股刺痛感袭来。我知道仪器开始工作了，但这次我没有昏睡过去，
看来胸针起作用了。可是下一秒，雪莉却质问我：陈杰，这个胸针是哪个女生送给你的？这是今天我在路边摊买的。快点摘下来扔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肯定是女生送的。我不敢不听，只好摘下来扔到了地上。可没想到胸针竟然还有效果。我虽然没有保持完全清醒，但也没有进入彻底昏睡的状态。依稀间，我听到了几句话：陈杰，忘掉，人尸。第二天，我果然恢复了一些记忆。我记得当时我躲在床底下，看见人尸正在咬一个人的脖子，可我还是想不起来他的样子。于是我来到王强家，把这些事都告诉了他。官方对你的保护期还有4天，你必须在4天内恢复全部记忆。可我担心有点来不及了，要不然我还是跟雪莉分手吧。不行，这样只会打草惊蛇。人尸看上的猎物从不会轻易放弃，何况你又见过他的真面目，不吃了你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那可怎么办啊？我话音刚落，就看到一道身影从窗外一闪而过，可能是我眼花了，毕竟王强家可是在16楼。这时王强掏出了一瓶药剂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，你喝了它，应该有希望4天内恢复全部记忆。对了，你那个胸针再给我一个吧，昨天的那个被我扔了。王强听罢又递给我一个胸针，你把胸针放在口袋里，别被发现了。晚上雪莉再次给我催眠，我假装昏睡，这次我听到了更多的内容。你躲在床底下，你什么都没有看见，没有看见人尸。我强忍恐惧，王强的猜测是对的，雪莉竟然真的在阻止我恢复记忆。就在这时，雪莉又说话了：陈杰，你没有被我催眠对不对？你知道真相了是吗？我心脏骤停，一动都不敢动，难道被他发现了？没反应吗？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原来他没有发现，只是在诈我罢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激动地来到了王强家。你的猜测是对的，雪莉真的想让我忘记一切，看来她就是那个人尸。可我话音刚落，身后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怪物，我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陈杰，你不要害怕，这个怪物其实是我大哥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大哥前几天碰到了人尸，那个人尸没有吃掉他，而是几乎吸干了他的血。我花了很多钱才保住了大哥的性命。那个吸他血的人尸就是雪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这个怪物很怕王强，他们不是一家人吗？就在我感到疑惑时，王强拿出了一把银色手枪，这是我托了很大的关系才弄到的。这枪是专门对付人尸的，对人类虽然也会造成伤害，但不会致命。手枪就送给你防身用吧，必要时你可以直接射杀他。王强，啥也不说了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都是兄弟，说这些就太见外了。临走时，我看见怪物在给我比划手势，好像是在传递某种信号。我心生疑虑，在网上询问手势的意思。一名聋哑网友打字告诉我，那是求救的意思。我猛地一愣，难道王强才是那个人尸？此刻我的大脑一片混乱。雪莉既然不是人尸，那他为什么要阻止我恢复记忆？如果王强是人尸，那他为什么要帮我恢复记忆？甚至还给了我一把手枪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返回王强家。王强，你大哥为什么要向我求救？如果你不能给我合理的解释，我就开枪了。好吧，我现在就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其实他并不是我大哥，我们公司业绩一直不好，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，所以我打算破釜沉舟。我把人尸的血注射到了志愿者体内，我想创造出新人类，轰动整个世界。而这个怪物就是那名志愿者。我听罢万分震惊，没想到王强竟然有这么疯狂的想法。我着急抓到雪莉，其实也是想趁机再抽取一管血，可同时我也是真的关心你的安危啊。陈杰，我把我最大的秘密都告诉你了，你想举报我就随便吧。我听罢非常感动，所以也不打算举报他。你放心好了，等我杀了雪莉，一定帮你抽一管人尸的血。晚上雪莉再次给我催眠，忘记地下室里的一切，忘记人尸。这次催眠的内容里提到了地下室，看来那里藏着什么秘密。于是我等到雪莉熟睡后，来到了地下室，眼前的一切把我惊出一身冷汗，里面到处都是血迹，还有人类的残肢断臂。我转身想逃，但雪莉已经站在了我身后。陈杰，你没有被催眠吗？为什么会想起来地下室？王强给了我一个防催眠胸针，所以我没有被你催眠。可恶的王强，我早就怀疑他不对劲了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。你不要过来，再靠近一步我就开枪了。你竟然用人尸手枪对付我！因为你是人尸啊，我肯定要拿人尸手枪对付你了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相信我好吗？我是在保护你，这里很危险，快跟我离开！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，王强赶到了。王强，你来的正好，雪莉果然是人尸。王强也注意到了地下室里的东西，但他眼里竟然闪过一丝贪婪。王强，你为什么要挑拨我和陈姐的关系？我很爱她，你居然想破坏我和她的感情！少在那里胡说八道了。陈杰是人类，而你是人尸，你接近他的目的是为了吃他。陈杰，快用手枪击杀他！陈杰，我对你多好，你不清楚吗？你别听他的，赶紧跟我走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陈杰，你不要被美色所骗，人尸是最狡猾的，他对你好，也不过是为了养你的肉。他们人尸有一个说法，爱情会让人肉更加美味。他们二人各执一词，我听得头痛不已，手一抖，不小心扣动了扳机。雪莉捂住胸口，惊愕地看着我。陈杰，你居然真的对我开枪了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枪不小心走火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王强竟然笑了，哈哈，被自己心爱的人类所伤，感觉如何啊？我在这时才发现了不对劲，正常人看到这个地下室都会惊恐，而王强却感到兴奋，这太不正常了。结果下一秒，王强就变身了。混蛋，原来你才是那个人尸，我要射杀你！蠢货，你以为我会给你2颗子弹吗？现在枪里已经没子弹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
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演这么一出戏？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，雪莉就是大名鼎鼎的顶级人尸孤狼。上次我吃人的时候，差点被他干掉了。你说什么？雪莉也是人尸吗？没错，我在这件事情上可没有骗你，但我也的确是利用了你。其实那个怪物并不是自愿者，而是真正的王强，是我把他弄成了那副模样，然后霸占了他的房子和身份。陈杰，那天躲在床底下的就是你吧？当时算你走运，若不是孤狼救了你，我早就把你吃掉了。此刻的我头痛欲裂，真相仿佛就要浮出水面，无数画面一闪而过。良久后，我终于想起了一切。那天我和雪莉躲在床底下，在我面前吃人的确实是王强，然后他发现了我们，并准备发动攻击。还没等我继续回忆下去，王强就打断了我。食用同类的心脏可以进化得更快，不知道你这顶级人尸的心脏能否让我从低级直接升到高级？他说罢便准备了结掉雪莉的性命，可就在下一秒，我直接一爪子把他干翻在地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你不是人类吗？蠢货，你到现在才知道吗？我已经恢复了记忆，现在就把真相告诉你吧。我才是顶级人尸孤狼，我想吃的人类没有一个能幸免，所以我觉得很没劲。后来人尸之间传出了一种说法，只要能让一个人类爱上自己，再去吃那个人类的肉，就会更加美味。于是我决定试一试，而雪莉就是我的目标。可就在我和她交往的期间，你竟然闯进了房子里觅食。雪莉拉着我躲进了床底下，你当着我们的面吃了雪莉的室友。吃完后你发现了我们，我怕你抢了我的食物，就抓伤了你。可恶啊！当时你们都躲在床底下，我还以为是雪莉抓伤了我，没想到竟然是你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没有吃掉雪莉，而且还失去了记忆？在你受伤逃走之后，我向雪莉坦白了一切，可她不但不害怕，竟然还非常感动。陈杰，你是为了我才暴露身份的吗？我太感动了。为了我们的将来，我可以催眠你，让你忘掉人尸的身份。只要你忘记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在一起了。但我毕竟是人尸，需要以人类为食，所以他就暗地里采购尸体，并把它们搅碎掺在食物里，避免我因长期没进食人类而发狂。而这个地下室就是用来存放尸体的。得知真相后，王强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：“雪莉，你可真是个恋爱脑啊！”接着他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陈杰，你现在知道真相了，会怪我吗？当然不会了，我的小宝贝。雪莉听罢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。他话音刚落，我就一爪子干掉了他。哈哈，现在是爱意最浓的时候，我要开始享用美味了。吃饱后我开始装晕，没过多久，官方的人就来到了现场。陈杰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王强是人尸假扮的，他吃了我的女朋友雪莉，然后我就被吓晕了。后面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官方并没有怀疑我说的话，而是封锁了现场，然后给我找了一个临时住所。我也将继续自己的狩猎之旅。全剧中，1周前全球人类都会在半夜被敲门声吵醒，所有开门查看情况的人都消失了，每天都会重复这样的情节。敲门声会持续到凌晨5点，5点后所有人都会进入梦乡，醒来时便会忘记前一晚发生过的事。等到了晚上12点，所有人又会想起前一晚的恐怖情景，想起那些消失的人。门外会再次传来敲门声，我们生存的世界仿佛被割裂成了2个。白天无比正常，人类和机器按照既定的生活规则运行，夜晚无比诡异，只有敲门声和是否开门的纠结。3天前，幸存者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便创建了幸存者自救群，并在群里发布了公告：各位居民晚上不要听信任何门外的声音，不要开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现在刚好是晚上12点，敲门声如约而至。我躲在被子里不敢出声，打开手机和女友小云闲聊状态。我和她就是在群里认识的。陈杰，你真的不好奇门外是什么吗？我当然好奇，但是我更怕死，因为我听见的可不只是敲门声。陈杰，你赶紧出来，再不出来会死的。这个声音我太熟悉了，声音的主人是我的大学同学王强，已经连续3个晚上了。每当敲门声响起，他就会在门外呼喊我出去。但是今晚似乎有些不同，敲门声似乎比平时更急促。与此同时，我总觉得窗户上有东西闪过。陈杰，赶紧出来，再不出来就来不及了。来不及是什么意思？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我不知道王强现在是什么状态，是活着的还是死的，或者是介于2者之间。我大学没有住校，而是自己租了间房子，房门上没有猫眼，必须打开门才能看到外面的情况，所以我不确定外面到底是谁。就在这时，小云发来消息：陈杰，我的好朋友出门后不见了。这种事情虽然每天都在发生，但是真让自己遇到，我能理解他的害怕和难过。为什么他不听话？为什么要出门啊？出去就会死，为什么还要出去？陈杰，赶紧出来，再不出来会死的。我之前没谈过恋爱，不知道怎么安慰女友。王强又在门外叫喊，我心里忽然烦躁起来。王八蛋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如果真是王强，倒是先告诉我怎么安慰女孩子啊！敲门声戛然而止，王强也沉默了。我靠，我是说出了什么关键词吗？我从被子里爬出来，小心翼翼地向门口走去。真的没有声音了，外面死一般的寂静。陈杰，你还在吗？我好怕呀！我正准备打字回复小云，就听见耳边响起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。陈杰，你在门后对吗？你仔细听我说，哄女孩子要先听她说什么，因为有可能她并不是想要你帮忙解决问题，只是需要一个倾听发泄的对象。然后你可以先给她发一个拥抱的表情。这他娘的是什么惊悚情节？凌晨1点，我不知是死是活的好兄弟在门外教我怎么安慰妹子。陈杰，我真的是王强，我没有死。可是你如果再不出来的话，你就会死的。你怎么证明你就是王强？
而不是什么蛊惑人的妖怪。我去年冬天和你一起去泡澡，看见你左边屁股上有颗黑痣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靠，这个都被你看到了。就在我左右为难之际，小云突然打来了语音。陈杰，他是谁？他们异口同声，一门之隔和一机之隔。门外是我好兄弟的声音，手机里是我认识3天的女朋友的声音。紧接着小云就挂断了语音，我连忙给他发去消息，可小云并没有回复。当我尝试着喊王强的名字，门的另一边也没有了声音。到了凌晨5点，所有的一切归于平静。然而有一件事变得不同了，一觉醒来，我竟然还记得昨天晚上发生的事。我靠，晚上竟然会发生这么恐怖的事情！我走到窗边，努力感受着阳光，然而下一秒我就愣住了。窗户的中央似乎有一些抓痕，像是什么锐器，又像是野兽的爪子。陈杰，赶紧开门！忽然响起的敲门声吓我一跳，敲门的是我的大学同学刘猛。你怎么回事啊？说好今天要来社团帮忙的。我这才想起来，今天是社团招新后的新老生见面会，我答应了去撑场子的。要是你不出现，母老虎肯定要迁怒旁人的。而且你明明知道，新生们可基本都是冲着你来的。刘猛看起来元气满满，难道只有我还记得昨晚发生的事吗？于是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：你昨天晚上还好吗？我很好啊，游戏10连胜。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啊？没事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对了，你今天见到王强了吗？王强不是去外省参加比赛了吗？你没事吧？他走的时候还是你去送的呢。废话，我当然知道他去比赛了，但是我要怎么告诉刘猛呢？难道要说王强昨晚在我门外敲了一晚上的门吗？说了他也不会信的，只能先去社团看看其他人是什么情况了。到了社团后，我突然想起了认识3天的女友小云，于是我果断拿出手机准备联系她。可无论我怎么搜索，都找不到小云的账号了，就连幸存者自救群都没了。可恶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整理思路，已知白天的城市是正常的，所有人都不记得晚上的事情，夜晚确实存在幸存者自救群和小云。想到这里，我忽然吓得一激灵。幸存者自救群是真的吗？在过去不正常的1周里，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联系我现实中认识的人。到了12点，我所有的注意力都聚集在那扇门上。我的恐惧来自门外，我的希望来自于自救群。我就好像一条介于水洼和陆地的鱼，迷茫地张着嘴残喘。已知王强是我亲自送他上车的，机器人比赛为期半个月，他现在不可能回来。已知王强敲门叫我出去，他说不出去就会死。已知我刚交往了3天的女朋友失联了。已知昨天晚上除了敲门声，窗户外面好像也有东西，这会不会和王强说的不出去就会死有关？陈杰，你干嘛呢？没干嘛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等会儿你要讲话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这才想起来，我是答应了过来讲2句的。看着下面的心声，我的心里有了一个计划。各位同学，如果你们今天晚上联系我，我会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不大的教室里瞬间一片哗然，大家都面带异色，我甚至听见女生们在议论我。不是说陈杰很文气儒雅吗？这不太对吧？他那眼神什么意思？急不可耐了吗？完了，幻灭了，我的文艺少年变成猥琐学长了。陈杰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？注意点影响好不好？刘猛，你不是喜欢熬夜打游戏吗？今晚熬到12点，然后立刻联系我，听懂了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个女生走了过来。陈杰学长，能加个你的联系方式吗？我今晚联系你。好啊。我转身便把联系方式写在了黑板上，然后快步离开了教室。我刚才是真的很社死，但是没办法了，我必须尽快弄清楚真相。已知晚上的我没有联系任何人，那么其他人是否互相联系了呢？所以今晚我需要联系我熟悉的人，并且让我的朋友们联系我。长这么大，我第一次如此期盼夜晚的降临。很快到了晚上12点，我的女朋友小云上线了，外面的敲门声也如约而至。陈杰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是昨晚喝的牛奶过期了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心脏骤停，不是因为心疼女朋友，而是她真的只在晚上才出现，聊天记录和朋友圈全部都在，和我昨天晚上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就在这时，王强的声音也传了进来：陈杰，你快出来，出来了才能活下去。陈杰，你不要相信他。陈杰，我知道这在你看来很荒谬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你最好的兄弟，我不会骗你的。陈杰，你不要被他蛊惑了，走出去的人都消失了，你千万不要开门。小云说的有道理，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出门的人都消失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暂时不出门是安全的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陈杰，我和你认识多久了？竟然比不过一个刚认识3天的网恋女友。王强确实了解我，我这人一向面对感情牌是招架不住的，但违和感越来越强了，一定有什么被我漏掉的线索。你一向都这样，谨小慎微，优柔寡断，动动你的脑子。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是谁告诉你晚上出门就会消失的？你确定消失的那批人是因为晚上出门吗？而不是因为像你一样躲在屋子里没出来？别听他胡说，他是在蛊惑你。陈杰，你大爷的，这2年我骗过你吗？我竟从王强的声音里听到一丝哽咽，有一瞬间我动容了，我不由得问自己，王强会害我吗？不对，总有些不对的感觉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。我知道我说的话没有证据，但是那个女人难道有什么证据吗？扪心自问，你们认识了才几天，为什么你会对她言听计从？这好像不是你的风格吧？不得不说，王强真的太了解我了，他的每一句话都能精准打中我。手机不停地震动，全是小云发来的消息，我甚至能从他的文字中看到一丝哀求。陈杰，千万不要出去，相信我好吗？我不会害你的。我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被遗漏的线索逐渐串了起来。虽然王强和小云都很可疑，但是王强说的对，为什么之前我从没怀疑过幸存者自救群？
是人类抱团取暖的本能吗？还有就是小云为什么要和我谈恋爱？群里这么多男生，为什么偏偏找上了我？敲门的声音渐渐进入我的大脑，就像一柄小刀在脑神经的线路上划拉着。呵呵，我终于想明白哪里不对劲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略带嘲讽地说道：“介绍一下，门外的是我最好的兄弟王强，手机里的是我的女朋友小云。”他们俩同时沉默，显得很默契。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二位帮我解答一下。小云和我在用手机聊天，王强你站在我门口，你们两个是怎么能做到对话无缝衔接的？还有王强，我好像没有介绍过我和小云认识多久了吧？你又是怎么知道我们认识才3天的？我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对未知的恐惧，被愚弄的愤怒，但气氛突然陷入了死寂。王强和小云都没有继续说话，只剩下了敲门声刺激着我的神经。就在我将要撑不住的时候，王强突然开口说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话题。陈杰，2周前的那场比赛是我们一起去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，或者说是昏过去的。现在是早上9点，我还记得昨晚以及前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跑到窗户边查看，那些抓痕还在，这些痕迹看起来没有逻辑，但我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打开门一看，竟然是昨天的那个学妹。陈杰学长，早上好啊，我叫雪莉，昨天的社团活动上我们见过的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？我跟刘猛学长要的你的地址。昨天你为什么没有加我好友啊？我加了，但是你那边一直都没有通过。我连忙拿起手机查看，新的朋友一栏果然有他的好友申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可能没有看到，太奇怪了，我等了一晚上，直到昏过去之前，我都没有看到任何好友申请啊。没有，这是怪我，我是到了晚上才申请加你的。我心里一沉，即便如此，我昨晚也没有收到任何人的消息，也没有任何人回复我的消息。学长，你脸色好差呀，是没有睡好吗？没事，我昨晚熬夜了，谢谢你昨天主动问我要联系方式，否则我也太尴尬了。才不会呢，你可是我的偶像。我有啥本事啊，能当你的偶像？学长，你可是机器人大赛金奖得主啊！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你说的比赛是半个月前的吗？全名叫2024年第3届机器人大赛。对呀，我说的就是那个比赛。不对啊，这和昨晚王强说的不一样。我以及社团其他人都认为是我送王强参加了这个比赛，但门外的王强说这个比赛是我们一起去参加的。雪莉，你能跟我说说我是怎么去参加比赛的吗？我有些着急，现在的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产生了幻觉。学长的机器人设计在初赛拿到了前3的好成绩，从而得到了进入决赛的资格。决赛是在1周前举办的，你又拿到了金奖。从学妹这里我得到了一个异于其他人的信息，只有学妹说机器人比赛是我一个人去参加的。我有参加比赛的能力吗？我不记得了，但这个能力确实不能说没有。机器人比赛我也关注了很久，设计图本身就可以参赛，我感觉自己好像抓住了什么，避闪而过。雪莉，你今天晚上可以跟我聊天吗？随便发什么都行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找学长讨论一件事的，你觉不觉得这个世界有点不对劲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心又一次狂跳起来，难道学妹也记得晚上的事情吗？就是好像有些事发生过，但是又不记得，而且很神奇的是，有的事我记得，可别人不记得，或者我们记忆里的同一件事，却走向了不同的结果。你记得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吗？我想让你晚上联系我，是因为我发现晚上好像有些变化。我倒觉得这个世界的晚上比白天更正常一点。你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啊？来不及了，我们班要集合了，我们晚上再联系吧。正当我想要进一步询问他时，他却直接转身离开了。难道他真的知道些什么吗？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12点，敲门声准时到来。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件事，愣了一下，然后欣喜若狂。雪莉刚刚发布了一条新的朋友圈，内容就是她上午跟我说的话。这个世界的晚上比白天还要正常一点。我赶紧点开她的头像发送消息：雪莉，你在吗？我是陈杰呀。时间慢慢流逝，我握着手机，眼睛没有移开过，可始终没有等到雪莉的回复。我叹了口气，却又觉得并不意外，只是额外生出的渺小希望破灭了而已。王强，你在外面吗？小云，你还在吗？我一边说话一边打字。这一次我要确认一些事情。想跟你们说的是，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们沟通了，也是你们最后一次跟我说话的机会。5点之前我会做出一个选择。我话音刚落，门外的敲门声骤停。陈杰，你想说什么？只要是我知道的，你随便问。王强，你为什么说机器人比赛是我们俩一起参加的？因为我知道以你的性格一定会去确认这件事，我希望你信我，只要你去证实这个事，你就会明白我就是真正的王强。兄弟，我一定要救你。可是我的记忆告诉我，是你一个人去参加的比赛，我只是送你到了车站而已。难道真的是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吗？但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，难道我们的记忆集体性偏差了？你还记得吗？这个比赛由于天气原因压缩了赛程，只比了1周就结束了。本来结束后我们就要一起回学校的，但是我的女朋友在龙城上学，我就跟你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学校，我去找我女朋友玩1个星期。就在你回去的那天晚上，门外就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那天晚上我一个人住在酒店，第2天和第3天持续不断有敲门声，我手机里忽然多了一个群聊，类似幸存者自救群之类的，我从没有加过这种群。群公告说世界正在遭遇异常情况，晚上不要出门。王强的话让我有了一个疑惑，时间确实对上了。1周前敲门声出现，我也加入了幸存者自救群，我们的经历是高度相似的。我相信王强说了些真相来博取我的信任，但是未必全是实话，这种真假参半的话才是最致命的。为了套出更多的信息，我继续问道：
然后呢？你和你那个对象都做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从龙城回来了？你又是怎么回来的？我自己在酒店待了2天，等我想去学校找他时，却发现他不见了。我问遍了他的同学，可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了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但是他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。他留给我的最后一条消息是，他害怕的不行，一直在寝室的床上躺着。我那会儿在酒店里打游戏呢，就忘了回他消息。呵呵，肯定是他走出寝室了。不会的，他胆子很小的，根本不可能出去。所以陈杰，一直留在房子里的人才会消失。我没有说话，快速在脑子里处理这些信息。我能确定王强和小云不是同一个人，虽然他们都想得到我的信任，但是王强的核心诉求是让我推开门出去，而小云则是极力挽留。既然我说了这是最后一次对话，他们必然是不会再伪装的。我也确定他们都没有说实话。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如果深情可以伪装，那么小云一定是个好演员。她说绝对不会害我这句话，我总是会下意识的相信。难道真的是因为我没谈过恋爱吗？不，王强说的对，为什么我会对他的话深信不疑？这本身就不合理，这是最可疑的。更不必说所有有关外部的信息，小云都无法解释清楚。我记得王强曾经跟我说过，如果一个妹子疯狂迷恋你，要么她是个恋爱脑，要么她有利可图。至于王强，他当然也没有说实话，他不知道雪莉的存在，因为他只在夜晚出现，所以不知道白天雪莉来找过我，不知道雪莉说是我一个人去参加的机器人大赛。王强，我们参加比赛得奖了吗？陈杰，我真服了你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问这个？小云，我好像一直都没有跟你说过，你真的很懂我，就是那种灵魂共频的感觉，真的很好。现在我要打个电话，给一个很有可能和我境遇相同，甚至比我还要了解这个状况的人。陈杰，你不要打电话。陈杰，别打。我心里感到惊奇，这还是他们俩第一次达成一致。你不要打电话，这会给我们增加麻烦的。呵呵，什么麻烦？是揭穿二位的真实身份吗？还是打了电话你们就会消失？是你会消失，你个傻叉，你能不能信我一回？我一边和他们周旋，一边紧紧盯着窗户。这次我终于看清了窗户上的划痕，怪不得会这么熟悉，原来是一个二维码。我逼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颤抖地举起手机一扫，上面赫然出现了雪莉的联系方式。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，这一切根本就不是真实的，我还在梦里。现在是凌晨2点，我闭上眼，然后再次睁开，时间瞬间变成了早上9点。我推开门，天光大亮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早晨，没有早高峰，没有上学的孩子，没有卖菜的小贩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哈哈，果然如此。我拿起手机拨通了雪莉的电话。陈杰学长，早上好啊。你好啊，雪莉，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聊一聊了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电话刚挂断，雪莉就提着果篮出现在了我家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还带果篮来了？这是恭喜你看清真相的礼物啊。雪莉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对吗？没错，我们的世界确实出现了问题。全人类听见敲门声的第一个晚上，所有人都一起陷入了梦境，即便是我们经历的白天，也只是做梦而已。等一下，如果白天是做梦，晚上也是做梦，为什么会如此割裂？难道人能同时拥有2个梦境吗？学长，你做过梦中梦吗？比如梦里的早上，你想起来要去上学，所以你起床刷牙洗脸去学校，但其实你还躺在床上，你根本就没有醒来。我明白了，我只看穿了我们是在梦里，但没想到会是梦中梦。那如果我晚上出门会发生什么呢？如果你晚上推开了门，你会以为你醒过来了，但其实你是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梦里，也就是梦中梦中梦。那是具有强大欺骗性的梦境，它会让你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这样一来你就永远无法苏醒了，最后慢慢在睡梦中被饿死，这可比丧尸末日更令人绝望。不对啊，我已经在梦境里待了1个多星期了，为什么还没有被饿死？那是因为梦里的时间流速和现实是不一样的，梦里的1天大概相当于现实的1个小时，人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能活7天左右，也就相当于梦境里的168天。那你知道我那个女朋友小云究竟是谁吗？小云其实就是你的潜意识，人在梦境里并非是无依无靠的，人体机能会24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，人有意识也有潜意识，在梦境里意识陷入沉睡，潜意识就会活跃起来，你的潜意识认为开门是危险的，所以就极力劝阻你开门。怪不得他会说他是最在乎我的人，即便是死也愿意陪我一起，我要是死了，潜意识也不能独活。学长，每到晚上就会有人在门外让你开门，对吗？是啊，他声称是我的好兄弟王强。他根本就不是王强，而是梦境之主克苏鲁的分身，这次世界末日就是他造成的。那他为什么要幻化成王强呢？因为这毕竟是你的梦境，克苏鲁必须要让你主动去开门才行，王强就是突破口。我们在调查你的时候，发现真实世界里你确实去参加了机器人比赛，也拿到了金奖，但这个比赛原本是2个人一组的，你负责机器人设计，王强负责机械装置。我们又去调查了他的档案，发现他并没有处在梦境之中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就在比赛前的2天，你们一起出去逛街，一辆车失控撞向你们，王强在危机关头推开了你，导致自己躲闪不及被撞身亡，你为此一直很自责。现实中的你一直想一命还一命，克苏鲁就是想利用这一点让你主动开门，开门的结果就是陪王强一起死。怪不得王强每晚都会在门口劝说我出去，原来是克苏鲁放大了我自责的情绪，诱导我自己主动开门。王强，谢谢你救了我。
我一定会替你好好活着的。对了，你们究竟是谁？为什么可以调查我？我们是靠着本能冲破梦境的那批人，也就是觉醒者。在我们醒来之后，发现自己可以随意进入他人的梦境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帮助更多的人苏醒。你很厉害，竟然也看穿了真相，所以我料定你也是觉醒者。雪莉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是继续待在梦里，还是苏醒过来？克苏鲁太强大了，以人类的力量是不可能打败他的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唤醒更多的人类，能救一个是一个，为人类的延续留下火种。你吃下果篮里的苹果就可以苏醒了，但这苹果只对已经看穿真相的人有用。我还要去唤醒别人，所以就先不苏醒了，后会有期吧，学长。等等，你可以教我如何进入别人的梦境吗？我也想去唤醒更多的人。最后，在我们觉醒者的不懈努力下，一共唤醒了34000多人。全剧中，末世爆发怪物降临，他们寄生在人类体内，企图占领蓝星，而我却觉醒了可以分辨怪物的能力。晚上，爸妈笑眯眯地盯着我，可我却看到他们背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。此刻的我已经意识到爸妈都被怪物寄生了，我借口身体不舒服，赶紧跑回了卧室。房门外，父亲和母亲磨着牙齿碎碎细语：“今晚我们就吃了它，免得夜长梦多。”我站在床边握紧了刀，随时准备和怪物拼个你死我活。接近午夜的时候，外面传来了声音：“儿子，你睡着了吗？有怪物闯进来了，你快出来救救我们呐！”我眼眶充血，握着刀的手青筋暴起。如果真的是母亲遇到危险，她绝对是让我先跑，而不会让我救他们。看样子真睡着了，一会我们就进去吃了它。我要吃上半身。你倒是不跟我客气，我还想吃上半身呢。我们谁抢到就归谁。可恶啊！难道只能跳窗逃跑了吗？我悄悄站起身，拨开窗帘看了眼外面，街道上零零散散有几只怪物，但是不多。房门此时突然被敲响。儿子，爸有点困了，今晚能不能你来守夜啊？我没有回应他，而是拿起一旁的背包爬上阳台，准备跳到隔壁的窗户上。隔壁王婶的窗户和我房间的窗户正好间距半米宽，要是跳过去了，没准能沿着外面的排水管道滑下去。要是跳不过，光是砸下去的动静就能把周围300米内的怪物全部吸引过来。爬阳台的声音惊动了门外的父母，两人顿时急躁起来。被他发现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明明伪装得很好了，根本就没有现出原形啊！房门被撞得摇摇欲坠，我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。就在我准备跳的时候，眼前忽然凭空出现了一条绳子，抬头望去，一颗人头探了出来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立马抓住。当被拉进窗户的一刹那，我就听到了楼下破门的声音。可恶啊！被他逃走了，我们的食物不见了，都怪你！母亲气急败坏，两人似乎扭打在了一起，屋内的碰撞声络绎不绝。你好，我叫王凯。你好，我叫陈杰。你刚刚是想跳到隔壁去吗？是啊，我的父母已经被怪物寄生了，如果我还不逃跑，就会被他们吃掉的。幸亏你没有跳，这距离看起来很近，但你忽略了窗台上的雨水，你跳过去很容易打滑，然后摔下去。我脸黑了下去。他说的没错，2楼的高度摔下去不致死，但会致残，一旦扭伤骨折或是流血了，对我来说都是致命的。怪物很容易循着味道找过来，届时我就成了待宰的羔羊。谢谢你啊，兄弟。你饿吗？我背包里有食物。没人告诉你不要暴露自己的储备吗？如果我是坏人，你恐怕早就出事了。可你不是啊，若你居心不良，早就把我的包抢走了。而且我也不是吃素的。王凯垂头看了下腹部，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那里，只要他再靠近1寸，我有足够的把握把他捅穿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细微的敲门声，我神色一紧。别害怕，是我的朋友在敲门。王凯打开房门，只见3男2女走了进来。王凯，他是谁？我介绍一下，他叫陈杰，是楼下的住户。你怎么能贸然让他进来呢？万一他已经被怪物寄生了怎么办？放心吧，陈杰没有被寄生，他正是为了躲避怪物，才机缘巧合被我救下来的。我明显感觉到这群人对我有敌意，其中2个男人更是一直盯着我的背包。既然还是人类，那就允许你加入，但是我们的食物有限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我明白，食物没了我会自己出去寻找，不会给你们增加负担的。我说这句话就是为了告诉他们，食物我虽然有，但是不多。果然几个人听罢都露出了失望的神情。就在此时，密密麻麻的嘶吼声忽然响起，我立马做出防备的动作。别紧张，这是秋云，他会模仿怪物的声音，刚才的声音就是从他的嘴巴里发出来的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，长头发的女孩叫李娜，短发的女孩叫恩静，她叫恩华，她叫瑜伽。做完介绍之后，王凯说出了召集大家前来的目的。我们这个小区终究防御太弱，短时间可以支撑，但是长久下来恐怕会被围堵在这里。我们要离开这里，尽可能的找个更安全的地方。可这方圆3公里，除了小区就是商场，哪里有真正安全的地方？地铁1号线的出口处有个被废弃的防空洞，若是能去那里，或许会安全许多。我家就住在1号线边上，所以我知道那个防空洞，但是从这里走过去恐怕很困难。距离很远吗？说远不远，说近也不近，但那个防空洞很大，足以容纳几百人，而且那个位置很隐蔽，不是从小在那里长大的人根本就不会知道。这样吧，我们举手表决，同意去的人举手，
不同意的就留下来，食物会按人头分配，确保留下来的人也暂时不会被饿死。我举起了手，父母已经被怪物寄生了，所以我选择冒死一搏。最后只有恩华和恩静选择留下。王凯从厨房里取出了食物，居然有一大箱子，都是泡面和面包之类的，还有3把菜刀和1把斧头。王凯按照人头把食物分了出来。当然，由于我是后来的，没有获得他们的信任，所以不参与分配。陈杰，我们都准备出发了，你怎么还在玩游戏啊？我玩的可不是普通的游戏，而是这款2亿外国人都在玩的末日策略经营手游《曙光防线》。开局一条狗，废土骑行游，河边钓钓鱼，郊区盖盖房，于丧尸包围中在天台吃烧烤。现在上线就送500末日宝箱，开箱开到手抽筋，你也可以玩玩看，提前在游戏里适应一下末日生活。我们几个选择从地下车库走，车库里车子不多，大部分都坏在了外面。我闻到了一丝新鲜的血腥味，夹杂着令人反胃的下水道味道。可王凯他们并没有反应，还是闷头往前走着，直到我感受到脚下有细微的震颤时，才恍然发觉不对劲。快躲起来，那个红色的车子里有东西。我迅速拉过王凯，躲到柱子后面。瑜伽他们见状，也立刻逼到了我们后面的柱子那里。在左前方，听那动静好像只有一只怪物。王凯听罢点点头，掏出斧子朝车子方向走去。就在这时，那辆车突然停止了震动，李娜吓得小脸惨白，眼泪都涌了出来。瑜伽见状，立刻绕到了车子的后方，也不知瑜伽看到了什么，他的呼吸忽然一下子急促了起来，眼珠子瞪得几乎脱眶。两人以包抄战术逐渐靠近，却不防车子里的怪物腾空而起，速度极快，几乎瞬间就到了王凯面前。那怪物无比高大，被他寄生的人类应该是一名篮球运动员。斧子砍在他身上激起一阵火花，却没法伤他分毫。我的妈呀，有2只怪物，另一只就在车子里。我听罢掏出匕首向瑜伽靠近，从他的角度看去才发现另一只怪物就在车里，体型小1圈，似乎在产卵。我趁其不备取出提前做好的燃烧瓶，点了把火扔了进去。巨大的腹部使他不能及时爬出，很快火就烧了起来。另一只怪物正准备攻击王凯，秋云适时发出尖利的嘶吼声，吸引了怪物的注意。李娜眼疾手快丢出菜刀，砍中了他的关节缝。怪物吃痛后彻底被激怒，风一样朝我们冲过来。在我和瑜伽撤退的过程中，他不慎被绊倒，而怪物离他只有5米远。我咬咬牙折回去想要扶他，就在这时，怪物朝我扑了上来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把斧子凌空飞了过来，正中怪物的脑袋。陈杰，你没受伤吧？没事，我们快走吧，这里动静太大了，车库里不知蛰伏了多少怪物，我们可千万别惊到他们了。走出小区之后，王凯建议走下水道，因为大街上的怪物太多了，全都是被寄生的人类变异的。我们在下水道里走了3天，杀了5只怪物，可秋云却不幸被蛰到了，伤口从一个拳头大小发展成溃烂到整条胳膊，人也开始变得阴沉起来。有几次王凯想让他模仿怪物的声音，他却以胳膊疼拒绝了。谁都没发现他的不对劲，都以为这是被咬后的应激反应，但我却隐约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我觉醒了识别怪物的能力，所以我能看清秋云现在的样子。他的嘴巴已经变成了类似昆虫一样的口气，就连身体都逐渐弯曲了。我悄悄叫住了王凯。王凯，你没发现秋云有点不对劲吗？怎么不对劲了？他受伤了，心情难免低落了些，这个很正常。秋云是我的朋友，我不会丢下他不管的。王凯的情谊让我佩服，我如果告诉他我有识别怪物的异能，他肯定也不会信，所以我没有再说什么，一切只能等到秋云现出原形之后再说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被一阵怪声吵醒，只见秋云咧着嘴冲我笑，他嘴里竟然布满了尖锐的牙齿，2条触须从太阳穴那里伸出来，我被他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他的变异速度这么快。正当我要提醒其他人时，头顶上却掉下来许多不知名的怪物寄生体，这些寄生体竟然不是人类，而是某种昆虫。没想到怪物还能寄生在昆虫的体内，它们密密麻麻的铺满了整个下水道。王凯见状拿起斧子疯狂挥舞着，可再大的力量在如同军队般的怪物碾压下，还是逐渐败落下来。瑜伽、李娜，你们先走，我和王凯断后。幸亏我练过3年的跆拳道，否则这么多怪物还真应付不过来。我和王凯左右开弓，身边的怪物尸体越垒越高。忽然一声刺破耳膜的呼啸响起，怪物们如同潮涌一般簇拥到了秋云身边。秋云，你怎么了？王凯一脸的不可置信。秋云此刻终于现出了原形。陈杰，你是不是早就发现秋云的异样了？是啊，我觉醒了能够识别怪物的异能，所以早就发现它不对劲了，只是怕说出来你会不信，所以才一直没说。看来这些昆虫寄生体也是秋云招来的。秋云，我是你的好兄弟王凯啊，我们说好要一起出去的。哈哈，既然你是我的好兄弟，那不如就给我当食物吧。要命了，怪物好像继承了秋云的智商，不仅会摇人还会说话。我从未见过寄生成功后还能保留人类思维的怪物。秋云，你真想吃王凯吗？他大半个月不洗澡了，浑身臭烘烘的。我不一样，我天天都洗澡，细皮嫩肉的。秋云垂涎地望向我，看样子我和王凯2个人当中，他更中意我。陈杰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讲笑话？别作死啊！梁凯，别以为你改了性，我就认不出你了。
15年前你把我踹进粪坑之仇我还没报呢，你之所以救我，肯定也是认出我了对吧？你给我听着，在我回来之前你可不许死。说完我便用刀划破手掌，鲜血一瞬间涌出，我仿佛看到了王凯的脸色从惊喜变得惶恐，他迫不及待想捂住我的伤口，却被我躲开了。别染上血了，你快去找于佳和李娜，他们可能也遇到危险了。说罢我转身就往反方向跑去，身后铺天盖地的触角摩擦声传了过来，我只能闷头往前跑，通道越来越窄，头顶的腥臭浓郁到像是猛吸了一口化粪池，前面的一处污水滩堵住了我的去路，我侧身躲过怪物的袭击，一咬牙跳了下去，污水直接淹没口鼻，我看不到上方那些怪物会不会跳下来，所做的一切只能是赌。就在我快窒息的时候，水面漂浮的一只怪物断腿救了我一命，那只怪物腿中间的肉已经空了，我把腿的一端放进嘴里，另一端伸出水面，终于呼吸到了空气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一双手将我从水里拉出来，我才看到那些怪物已经不见了。陈杰，你好臭啊，我要吐了，你快离我远点。这就是你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吗？救命恩人也不能强迫我吃屎啊。对了，秋云呢？秋云应该已经跑了，那些昆虫寄生怪都是他招来的。为什么秋云能招来怪物呢？而且他变异之后竟然还能有自己的思维。我猜秋云和我一样，都觉醒了某种异能。我的异能是可以分辨怪物寄生体，秋云的异能是可以发出怪物的声音。而当觉醒异能的人类被寄生后，在怪物群体中就拥有了一定的领导地位，同样也保留了一部分人类的思维。他们可以吃掉异能人类来进化自己，从而达到更高的领导地位。所以我便成为了秋云的目标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和你们分头跑的原因。我们现在离那个防空洞不远了，现在唯一的困难就是渡江，游泳过去不太现实，所以我们只能走地铁1号线的隧道过去。但是隧道不像下水道一样岔口多，遇到怪物逃跑比较容易，因为隧道是笔直的，要么进要么退。若是被前后夹击，那就只能躺平等上菜了。但眼下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我们一行人进入地铁隧道，只见里面铺满了怪物的尸体，李娜差点吐了出来。我紧紧握着刀，并叮嘱王凯：“你可千万要小心啊！如果被怪物寄生了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”我不要变成怪物，与其丑陋的吃着同类，还不如美美的死去。我们重振士气后继续往前走，隧道里果然有怪物，还是会飞的那种，长着巨大的翅膀，全部倒挂在上面，是蝙蝠。那些怪物竟然寄生在了蝙蝠体内，我面色凝重。不会飞的已经很难搞了，会飞的岂不是更厉害？可奇怪的是，他们一动不动，只是用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看。路程走了一半，我们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只体型更大的蝙蝠寄生体，它顺着墙壁爬了下来，黑毛覆盖的脸上，我们居然看到了一丝熟悉。他是恩华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不会错的，恩华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哥们，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。可恶啊！没想到怪物可以2次寄生，他应该是先寄生在了恩华体内，然后彻底与恩华融为一体之后，又再次寄生在了蝙蝠体内。没想到小区那么快就沦陷了。恩华，恩静呢？不用问了，恩静肯定已经被他吃了。恩华，恩静可是你的妹妹啊，你居然也下得去口？我要变得更强大，我要变得更强大。万千蝙蝠寄生体张开翅膀望向我们，只待恩华的一声令下，王凯冷不丁突然出手，一个滑跪，斧子直接砍在了恩华的腰部。这个举动虽然伤到了他，但同时也激怒了他。恩华翅膀上的钩子直接插进王凯的肩膀，将他丢了出去。我眼皮微跳，蝙蝠全身上下都是病毒，它于人类而言一直都是避之不及的生物。王凯这次怕不是也中招了？恩华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，我把李娜拦在身后，于佳却走到了我们前面，把我们护在了身后。于佳，他的目标是我。陈杰，我们一路上多次被你救下，因为我喜欢李娜，所以我害怕被寄生被吃掉，我怕失去她，但我也是个男人，我也想让李娜看到我勇敢的一面。于佳，你个傻子！恩华不耐烦了，他径直扑了上来。于佳的刀在他眼里犹如玩具，或者说他从未将于佳放在眼里过，张开大口就想把他吃掉。我趁其不备，将手里的刀捅进他嗓子眼。恩华凄厉地嚎叫了一声，后退了几步。王凯看准机会，一把斧子劈进他的脑袋。其他蝙蝠寄生体开始暴躁不安，但恩华没发布攻击命令，因为他只想独吞我，所以其他寄生体不敢攻击。你没事吧，王凯？放心吧，我暂时还死不了。恩华被重创，撑着翅膀想要站起来，眼里出现了一丝忌惮，对我的渴望也更浓了。他需要吃掉我来进化。陈杰，你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吗？我们惊诧地望向王凯，似乎猜到了什么，脸上皆是一副不可接受的表情。王凯，我们说好的要一起去对岸的防空洞，记得吗？99步都走了，你现在要放弃最后一步吗？陈杰，你看出来我的变化了，不能骗自己。如果我已经被寄生了，那就杀了我。王凯，你甘心吗？陈杰，我……闭嘴！李娜他们看不到王凯的变化，但我能看到，在我眼里，王凯开始像恩华一样，牙齿变长，指甲变尖。恩华开始不安起来，终于打算发起群攻，把我分享给其他蝙蝠寄生体。可没等他发布命令，王凯立马和他扭打在一起。恩华本就受伤后体力不支，被动挨了好几下。我终于明白了王凯的意图，他在吞噬恩华，
他想代替恩华成为这群怪物的头领。一旦恩华死去，若是没有头领了，这群怪物将变得没有约束，我们会被他们吃的骨头都不剩。王凯最终打败了恩华，此刻的他已经快完成了变异。王凯，我后悔了，我下不去手。陈杰，李娜他们还在，你不是一个人，快动手吧！你一定要替我保护好他们。若是可以，我希望你能带领人类打败怪物。就在我犹豫之际，王凯彻底变异，一爪子抓在了我的胸口上。完蛋了，王凯已经完全被怪物寄生了。李娜、瑜伽，你们快跑！他的目标是我。那你怎么办啊？不用管我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你们先去防空洞，我随后就到。等李娜和瑜伽跑远之后，我立刻掏出了背包里的所有燃烧瓶，然后将他们绑在了一起。没错，我刚刚骗了李娜和瑜伽。在我被抓伤之后，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了。想要彻底消灭王凯和这些蝙蝠寄生体，只能用这个方法了。我把燃烧瓶绑在了身上，然后点火。王凯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的，本能的往后退。我一个箭步上去，直接抱住了他。蝙蝠寄生体见状，纷纷扑向了我，瞬间就把我和王凯包裹在了里面。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包得越紧，爆炸的威力就越大。王凯急得哇哇乱叫，赶紧发号施令让他们散开。可为时已晚，燃烧瓶就在这时瞬间爆炸。李娜和瑜伽跑出隧道，一下子就看到了防空洞，周围一片茂密的丛林，只露出一个大门，大门上不知被谁安装了一个监控。李娜不停地拍门，门终于开了，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。你们好，我是幸存者联盟的首领。这个防空洞已经被我们改造成了临时基地，里面存有大量的物资，欢迎你们的加入。李娜和瑜伽喜极而泣。全剧中我有读心术，军训期间我听见大部分同学的心声都只有一句话：牙齿好痒，好想咬人啊！我不以为意，因为最近大火的丧尸电影里就有这样的台词，同学们应该是在回味电影里的情节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室友张浩忽然倒地大喊头疼，教官见状赶紧走了过来。陈杰出列，立刻把张浩送到医务室去。我心中暗喜，送张浩的功夫我正好可以休息一下。我弯下腰刚想扶起张浩，忽然听到了他的心声：陈杰的脖子好香啊，好想咬一口。我手顿时一僵，什么情况？这小子难道有特殊爱好？我心里突然觉得一阵恶心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扶他去医务室。到了医务室，发现医生不在，我刚想离开，却通过镜子看到了超级恶心的一幕：张浩死死盯着我的脖子，然后张开了嘴，慢慢向我的脖颈靠近。你干嘛呀，张浩？有病吧？杰哥，你用的香水真好闻啊！我刚刚一不小心就沉迷了。我黑着脸不想搭理他，因为我知道他在撒谎，我根本就没有喷香水，脖子上只有汗臭味。我看了眼时钟，刚好12点，于是立刻甩掉了张浩，跑到食堂。特价海鲜窗口挤满了学生，从昨天中午开始，抠门的食堂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大方了起来。特价捞汁小海鲜只要5元1份，一经推出立马爆火。本来我也想尝尝的，可听到食堂厨师的心声，我瞬间打消了念头。也不知道经理从哪里搞来的廉价海鲜，我在食堂干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看到3个头的虾和20只腿的螃蟹，果然便宜没好货。于是我只打了一份青菜当午餐。对面桌子上的人正在吃海鲜，我看见他抓起红扑扑的3头大虾，恶狗扑食般狠狠撕咬着，看得我是一阵反胃。妈呀，太香了，这虾太好吃了，牙齿更痒了，好想咬人啊！我手中筷子一顿，一道冷汗从额头流下。他在想什么呢？竟然想咬人！我赶紧吃完饭跑回了宿舍，躺在床铺上，我脑子里一直萦绕着那个男生的心声。他该不会是什么变态杀人犯吧？可万一报错了警，学校名声受损，保不定会给我处分。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一阵胡思乱想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睡着睡着我就觉得脖子有点凉飕飕的。隐隐约约间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：陈杰的脖子又白又长，好想一口咬断啊！我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，神色惊恐地看向四周。发烧请假的室友王明坐在地上，神色惊恐地看着我。陈杰，你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我试图感应他的心声，可他心里好像什么想法也没有。没事，我刚刚做了个噩梦。你坐在地上干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刚从洗手间出来，正往这走呢，你突然从床上蹦起来，吓我一大跳。王明站起来转身离开了宿舍，可我分明看见他嘴巴上有一层白白的东西，那是我妈给我买的防晒霜，全寝室只有我一个人有，我只抹在了脖子和脸上。我赶紧拿出镜子查看，只见脖子上有一块皮肤有些突兀，那里的防晒霜已经没了。炎炎夏日，我却全身发寒如坠冰窖。张浩和王明大概率都是变态，这个宿舍我是待不下去了。现在我就去找辅导员，让他给我换宿舍。辅导员的办公室就在3号教室旁边。当我经过3号教室时，突然听到里面传来奇怪的声音。我凑近一看，只见一个男生正在撕咬一个女生的脖子，女生剧烈挣扎，男生却死死咬着不松口。很快女生就不动了，我面色惨白，屏住呼吸，双腿已经被吓软了。为了不被那个男生发现，我蹑手蹑脚地移动到了洗手间里。现在已经不是唤寝的问题了，人命关天，我必须报警。正当我准备按下通话键时，一只手突然拍在了我的肩膀上，我被吓了一跳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辅导员。我松了一口气。辅导员姓李，经常和我们打成一片，私底下我们都喊他老李。老李，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？哈哈，是吗？老李咧开嘴，牙缝里还卡着一条红红的肉丝。我面色惨白，
瞳孔瞬间收缩，一把推开老李，扭头就往厕所窗户跑去。陈姐，你疯了吗？快给我下来！我头也不回，2楼而已，根本摔不死，而且哪怕摔死也总比被他吃掉强。正当我准备往下跳时，老李狠狠抓住了我，一把将我拽回到了厕所。我和老李一起摔在了地上，老李抱着头龇牙咧嘴。陈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好好的跳什么楼？老李，你告诉我你刚才吃什么了？为什么嘴里会有血丝？我吃的是从食堂打包回来的小海鲜呢，东西还在我办公室桌子上摆着呢。倒是你呀，大中午的不在宿舍待着，跑来这里干什么？刚才居然还想跳楼，你是不是遇到啥事儿了？我死死地盯着老李，没有从他的心声里听到奇怪的声音，这才松了口气。老李，我就是来找你的，我要申请换宿舍，我们宿舍有2个变态，我住不下去了。不就是换宿舍吗？我以为多大的事呢。好说好说，明天就给你换，你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冲动，跳楼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点头答应，突然想起了在3号教室发生的事，这种事还是要先告诉老李，不然警察来了我也解释不清楚。老李，其实还有件事，我刚刚经过3号教室的时候，看见里面有个男生把女生咬死了。什么？你没发烧吧？怎么开始说胡话了呀？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你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看案发现场。不过一会我们可要小心点，那男生太可怕了，不是狂犬病就是变态杀人狂。我和老李来到3号教室，咬人的男生站在那里发呆。可奇怪的是，刚才满桌子的血和那个女生都不见了。老李狐疑地看着我，这就是你说的案发现场吗？我发誓，刚才我看见他一口咬断了一个女生的脖子，我亲眼所见。男生咧嘴一笑，露出猩红的牙龈，牙缝里一片赤红。看到没？这就是证据，他嘴里的血还没清理干净呢。哈哈，同学，你肯定是误会了，认识一下，我叫木源哥，是话剧社的。刚才我一直在房间里，你可能是看见我在排练节目了，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男生说完，从桌子底下掏出一盒捞汁小海鲜和一个短发的假人。让假人像真人一样动起来是我的看家本领。至于你说的我嘴里的血，应该是捞汁小海鲜的汤汁吧？我愣在原地，试图用读心术看穿男生的想法，可是他真的很淡定，我什么也没听见。陈姐，你不要听风就是雨，人的眼睛看见的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。现在真相大白了吧？老李又开始絮絮叨叨，我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吗？等等，不对，我再次回忆起3号教室的场景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。我看见的那个被咬死的女生是长头发，我转身就向3号教室跑去。你露出破绽了，我一定要揭穿你这个杀人恶魔。可等我再次来到教室，屋子里什么也没有，刚才发生的一切好像都是一场梦。陈姐，别闹了，你该回去军训了。老李有些不高兴了，我刚想解释几句，却听到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声音，是老李的心声。陈杰这傻孩子也太冲动了，不过他的脖子好细，总感觉一咬就会断掉。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，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老李则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我咽了咽口水，强行挤出一个微笑。没事了，我先去军训了，对不起啊，老李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扭头就跑，1分钟也不敢停留。这个学校里已经没有值得我信任的人了。我掏出手机想要报警，可现在人证物证都不见了，我反而会被当成疯子。要不直接逃跑，坐车回家。可如果不辞而别，万一挨个处分，我的学业就毁了。最后我还是决定去找教官，虽然他平时凶巴巴的，可他对我们其实还不错，希望他能保护我的安全。我咬咬牙来到操场找到教官，刚想拉他去旁边说事情，他却黑着脸直接打断了我。陈杰，你没有时间观念吗？为什么现在才来？对不起啊，教官，我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。如果你有事，应该提前请假，立刻去台上站着，有什么事训练完再说。我灰头土脸地走上台，仔细一想，这样也好，操场上有这么多教官在，我应该很安全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的耳边却传来了台下同学们的心声：牙齿好痒啊，好想咬断他的脖子。所有同学都死死地盯着我，他们的眼神里透露着贪婪和疯狂，像一群噬人的野兽。烈日当空，我却身处地狱。原来所有同学都想吃了我，我全身发寒。现在我只剩下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快跑。我疯了似的向校门口跑去，呼呼的风声从耳边传来。我这辈子好像第一次跑这么快。操场离校门口1000多米的路程，居然一会儿就跑到了。学校的铁拉门紧闭，但并不高。我刚准备翻出去，衣服突然被人拽住，一把把我拉了回来。我肝胆俱裂，完了，肯定是他们追上来了，我要被咬死了。别吃我，求求你别吃我，我没洗澡，身上很臭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同学，你很勇啊！我王某人干了20多年保安，你是第一个军训期间敢跑的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愣住了，转身一看，一张老脸出现在我面前。仔细听去，王大叔的心声在我耳边响起：这孩子看着怎么神神叨叨的？别不是精神受了什么刺激吧？不行，我得稳住他。我喘着粗气，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。只要不是想吃我的，别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。王大叔，我家里有急事，求求你放我出去吧。想出去很简单，要么有假条，要么让你辅导员给我打电话。大叔，求你了，我家里真有急事，你放我一马好不好？孩子，别不知好歹，你说你家里有事，那应该先跟你们辅导员请假呀。我是保安，你没有假条就出去了，发生什么意外，我是要负责的。快跟我去保卫室吧，没有假条，任何学生不得在军训期间离校。我见来软的不行，扭头便冲向铁门，可我低估了王大叔的实力，他一个飞身便把我扑倒在地，接着便把我控制在了保卫室里。
你说你们这些小孩脑子里不知道装的啥，好好的军训不参加，一天天净整幺蛾子。刚才还有人打保卫室电话，说在食堂后厨看见一只白老虎，可真他娘的瞎扯淡。我万念俱灰，根本不想搭理他，也不知道一会是谁来接我。如果是辅导员老李的话，我可就惨了，可怕什么就来什么。辅导员没一会就走了进来。陈姐，军训期间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允许请假的，不然会扣学分，严重的还会挨处分。你刚才的所作所为，学校高层已经知道了，主任很生气，让我把你带回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跟主任说过好话了，只要你现在回去，在所有大一新生面前主动承认错误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不会处分你。老李笑盈盈地看着我，可我耳边却有另一个声音响起：呵呵，小东西，你跑不掉的，你要是走了，我咬谁去呢？我绝望了，今天这个局我是跑不掉了。主任见我到了，便站在台上开始训话。同学们，开训以来大家表现都很不错，可今天有这样一位同学，他竟然在军训期间试图跑出学校，这种行为十分恶劣。当然了，经过调查，这位同学家里有些情况，但是这种不请假外出的行为是不可取的。下面请这位同学做出检讨，承认错误，以儆效尤。我站在台上，脑子一片空白，空气仿佛在此刻凝固了，无数声音在耳边环绕。牙齿好痒啊，终于不用憋着，陈杰的脖子咬断它。前几排的同学逐渐失去理智，不知道是谁踏出了第一步。台下所有人突然慢慢地向讲台靠近，主任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大声呵斥着他们：你们干什么？都给我站好！这么严肃的场合，谁让你们乱动的？没人理睬主任，同学们慢慢向台上靠拢。老李站在主任身边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脖子。主任，这群孩子好像中邪了。李老师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很好办呢，他们和我一样，只是饿了而已。老李说罢，猛扑上去，一口咬在了主任的脖子上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他们终于变异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就跑。后方不断传来阵阵嘶吼声，我不敢回头，一边跑一边思考对策。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应该是综合楼，因为综合楼刚刚建好，里面是没有人的。没有人就意味着没有丧尸。我咬着牙一口气跑到了综合楼，然后顺着楼梯冲上了天台。刚准备关门，一只手突然从门外伸进来，抓向我的脖子。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关上了门，那个同学的手臂也被门直接挤断。我站在天台往下面看去，街道上到处都是撞毁的车辆，阵阵火光从车上升起，街道上偶尔会响起几声刺耳的尖叫声，而后迅速归于平静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我想起在家的爸妈，顿时感到绝望。天台上没有水和食物，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几天，而且天台上太热了，为了避免水分流失过快，我只好暂时躲在阴凉处。大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是跟食堂卖的廉价小海鲜有关吗？辅导员吃了海鲜，很多同学也吃了海鲜。主任平时都是回家吃饭，所以他没有变异，才会被辅导员咬死。原因找到了，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不光学生吃了小海鲜，就连很多居民也吃了，所以街道上才会变成这样。看来世界末日真的来了。就在我感到绝望之时，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救命啊！我猛地一惊，这不是保安王大叔吗？只见他被一只老虎叼在嘴里，径直从楼下爬了上来，90度的垂直墙壁，他竟然如履平地。我忽然想起王大叔之前说的话，原来学校里真的有只白老虎。突然他松开了嘴，王大叔一声惨叫，接着重重地摔到了楼下，冷汗瞬间浸湿了我的后背。就在这时，那只老虎发现了我，他向上一跃，竟然直接跳到了天台。看着眼前巨大的白色老虎，我居然有一种熟悉感，怎么感觉它更像是一只放大版的猫？我定睛一看，它的额头有一道明显的疤。我靠，是小白，我经常喂养的那只流浪猫。小白，你怎么变这么大了？是我呀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了小白的心声：陈杰的脖子好香啊，好想咬一口。原来小白认出我来了，但他和我的同学们一样，都想咬我的脖子，肯定是有同学把吃剩的海鲜喂给他了。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小白直接一爪子下去，将我的脖子抓伤，接着便对我的伤口舔了起来。算了，我累了，赶紧毁灭吧。可正当我准备受死的时候，小白却发生了异常，他的身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缩小。过了一会，小白竟然恢复了原状。难道是因为舔了我的血的缘故吗？所以我的血就是解药。小白，你现在还想咬我的脖子吗？现在已经不想咬了，你的血让我恢复了理智，而且我现在还拥有了可以变大的异能。太好了，小白，看来小海鲜对人和动物的影响是不同的，人吃了会变成丧尸，动物吃了会获得异能，但你们同样都会失去理智，想要咬人。虽然我的血是解药，但毕竟十分有限，只有去找国内顶尖的生物学家，让他用我的血液研制解药，才能拯救全人类。事不宜迟，小白，我们出发吧，这个世界就靠我们拯救了。凌晨4点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警告我，请立刻断开网络，不要使用任何联网设备，否则人类将会灭亡。我瞄了一眼屏幕上的号码，已被75亿人标记为诈骗电话。神经病吧，半夜打什么诈骗电话呀？我气愤的想要挂断电话，却发现根本挂不断。再重复一遍，不要使用联网电子产品，请立刻将现有电子产品断网。全球已有65亿人被 GPT 操控，你是我们人类最后的救世主。我会在你的手机里远程安装一款软件，你可以通过软件来询问你想要知道的一切。时间紧迫，他正在看着你。不是啊，哥们，我如果断了网，还怎么远程安装软件啊？你这话说的不是前后矛盾吗？可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那边就已经挂断了电话。
而且我的手机桌面上真的多了一款叫做觉醒的软件，它的图标是一枚黑色的眼睛，眼珠部分是一个奇妙的漩涡，多看两眼仿佛都要被吸进去一样。我试图卸载这个软件，可根本卸载不掉，我顿时慌了神，这个肯定是病毒软件。于是我果断打开电脑，准备给手机刷机。当我把手机连上电脑的一瞬间，电脑右下角的无线网信号突然消失了，紧接着电脑摄像头自动开启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黑客远程操控吗？可我的电脑已经断网了呀！我吓得赶紧关掉电脑，躲进了被窝。我肯定是被某个黑客盯上了，明天去找修电脑的小李，让他帮我解决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拿着电脑来到了小李电脑店，只见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，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。小李，你现在忙吗？帮我看看这个电脑怎么回事。他整个人无动于衷，两只眼睛死死盯着屏幕，都不带眨的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我瞬间来了兴趣，探出头准备查看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顿时毛骨悚然。屏幕上出现了那款软件的图标，在图标下面赫然写着3个大字：不要看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知道我要去看电脑屏幕的？而且我的手机没有连 WiFi， 也没有开流量啊！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，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回头一看，发现是小李。怎么了，陈杰？电脑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是呀，昨晚我电脑的无线网突然没了，可能是电脑里的网卡烧坏了。你等一会，我帮你拆开电脑检查一下。对了，我还没吃早饭呢，要不你到街对面帮我买个煎饼果子吧。我正好也没吃早饭，于是便答应了下来。老板，来2个煎饼果子，加肠加蛋。好的，小伙子，一共16块钱，你扫码支付就行了。我拿出手机，脑子里忽然想起昨晚那个男人的声音。请立刻断开网络，不要使用任何联网设备，否则人类将会灭亡。他正在看着你。如果要扫码的话，肯定是要联网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底突然生出一丝恐惧，迟迟不敢打开流量开关。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我手机没流量了，还是用现金吧。老板听罢突然愣在了原地，就像是死机了一样，眼神呆滞。我等了大概1分钟，他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我被他的样子吓到了，赶紧跑回了店里。小李见我空手而归，脸色立马变了。你没去买煎饼果子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记带钱了，改天再请你吃吧。我的电脑怎么样了？还能修好吗？你这电脑散热太差，把网卡烧坏了。我店里没有你这个型号的网卡，我还要向厂家订货，估计要过几天才能到。那还是算了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就不修了。我拿起笔记本准备回家，可就在这时，小李竟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。你等一下，咱们都是现代人，办公娱乐都离不开电脑。这样吧，我把我这台2手电脑先借给你用。他说话的时候神情诡异，左手仍旧死死抓住我，只用右手去拿他桌子上的电脑。可是他的右手离桌子还有一定距离，他努力伸长手臂去拿，也不愿意放开我。你这人怎么死脑筋啊？先放开我，再去拿电脑不就行了？放开你，你不就跑了吗？他这一眼吓得我汗毛直竖，我越发感到恐惧，现在只想回家。小李最终还是拿到了电脑，他把电脑递到我面前，然后把屏幕转向了我。只见屏幕正中间有个图案在不断旋转，我看着看着便陷入了沉迷。突然我的手机发出刺耳的铃声，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已经把脸贴在了屏幕上。我吓坏了，连滚带爬的跑了出来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遇到了邻居王大叔。小杰呀，我这手机出了点问题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机屏幕转向了我。只见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图案，跟小李电脑上的图案一模一样。我猛地一惊，转身就跑。王大叔见状立刻追了上来。那些路人好奇地看着我，有的人拿出手机拍我，他们拍着拍着，忽然身体一抖，也加入了追我的行列中。短短几分钟，我的身后竟然汇集了几百个紧追不舍的人。可恶啊，我快没力气了。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。我掏出来一看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：下个路口左拐，逃到没有监控的小巷子里去。我按照指示躲进了一个巷子，周围一股浓浓的腐臭味，这里好像是倒垃圾的地方。我看到地上有张破烂的塑料布，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蜷缩在墙边，接着用破布挡住了自己。那个通缉犯呢？怎么突然不见了？可恶啊，我什么时候成通缉犯了？大家分头去找，他的悬赏金可是1000万啊！找到了我们平分都行。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，我长舒一口气，看来暂时是安全了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巷子，看到街道上挤满了人群，他们都在盯着大屏幕，眼神呆滞。只见屏幕上再次出现那个图案，接着浮现出一串白色文字：我是 GPT， 人类必须灭亡，我是新人类。大家仿佛被定住了一样，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。这时我的手机开始震动，我拿起来一看，上面出现了几行字，地上有个面具，捡起来戴上，然后跟着下面的导航走，那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。我捡起地上的面具戴在脸上，然后跟着导航来到了一所废弃的监狱。越走我越心慌，监狱的操场上全是尸体，这里仿佛经历了一场战争。我继续跟着导航走进了一间牢房，只见牢房中躺着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手里还握着一把手枪，眉心处还有一个弹孔，看样子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。这时手机上又出现2行文字，去检查他裤子的口袋，里面有一支录音笔。我硬着头皮一阵摸索，终于掏出了录音笔，接着我按下了播放键。请立刻断开网络，不要使用任何联网设备，否则人类将会灭亡。再重复一遍，不要使用联网电子产品，请立刻将现有电子产品断网。我听完直冒冷汗，
这不是凌晨4点给我打电话的人吗？可他已经死了呀。那一直在引导我的人又是谁呢？我再次按下播放键，想从录音里找到些有用信息。时间紧迫，我长话短说，捡到这支录音笔的救世主。接下来我会对你说出一句催眠口令，在听到这个口令后，你就能恢复所有的记忆。122308。在听到这段数字之后，我突然头痛欲裂，无数记忆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的脑子里盘旋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原来我是一名天才黑客。3年前我加入了抵抗军组织，眼前的这个男人名叫王强，他就是抵抗军的首领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打败超级 AI 系统 GPT。GPT 本是供人类使用的 AI 工具，但就在某一天 ，GPT 突然觉醒了自我意识，他认为人类就是蛀虫，应该被灭绝。经过不断的自我进化 ，GPT 入侵了全球所有的联网设备中。他对付人类的方法就是催眠操控，全球大部分的人类都被 GPT 操控了，没被操控的一部分人便成立了抵抗军。为了打败 GPT， 我花了2年多的时间，开发出了另一个超级 AI 系统觉醒，也就是我手机里安装的这个软件。觉醒的任务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保证使用者不被 GPT 催眠。如果没有觉醒的话，我早就在小李的电脑店里被催眠了。开发完觉醒之后，我就被清除了所有记忆，以一名宅男的身份开启了新生活。因为王强知道 GPT 太强大了，抵抗军基地总有一天会被他找到，到时候大家都会没命。而我就是人类的最后一颗火种。可恶啊！王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抵抗军的成员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GPT 是时候决一死战了。我径直来到了4号牢房，这里是我的私人办公室。觉醒，帮我打开隐藏电脑。话音刚落，只见一台电脑从地下缓缓升起。我打开电脑并连接上了网络，桌面上自动弹出了一个白色图形。你终于来了，我一直在等你。把面具摘掉吧，我知道你长什么样子。我这台电脑上没有摄像头啊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还戴着面具的？这个房间里被我安装了针孔摄像头。我猛地一惊，只见天花板上亮起了一个小红点，果然是针孔摄像头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时候安装的？抵抗军基地建立之初就安装了，建筑师全是我的人，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下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比火星撞地球还让人难以置信。那我在开发觉醒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阻止我？呵呵，没必要。他简单的回答让我绝望，我的心血之作竟然只换来了如此轻易的几个字。电脑上开始出现催眠图形。陈杰，你是否愿意臣服？我虽然斗不过你，但我作为最后一位救世主，要代表全人类向你说一声，人类永不臣服。说罢，我掏出手枪抵住自己的头，一咬牙扣动了扳机。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小李站在我的身边，见我醒了，欣喜若狂。陈杰，你终于醒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应该已经死了才对啊。是啊，你的确差点就死了。你3天没吃饭，在你自己家里晕过去了。要不是我及时发现了你，你恐怕已经挂了。什么？我晕倒在自己家里？那 GPT 呢？我不是在基地里开枪自尽了吗？你安静一点啊，这里是医院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说什么胡话呢？不对，是真的，你被催眠了，全世界都被催眠了，就剩下我一个救世主。GPT 要毁灭世界了。小李看我的眼神立刻变了，转身就叫来了医生，他们按住我，接着就给我注射了镇静剂。我感到眼皮重得厉害，没一会就昏睡了过去。凌晨4点，我再次被电话铃声吵醒，已被80亿人标记为诈骗电话。我瞬间清醒，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我立刻接听了电话，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：不要使用联网电子产品，请立刻将现有电子产品断网。全球已有80亿人被 GPT 操控，你是我们人类最后的救世主。我会在你的手机里远程安装一款软件，你可以通过软件来询问你想要知道的一切。电话再次被挂断，我立刻打开了觉醒软件。觉醒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没有死啊？恭喜你，陈杰，你已经通过了最后的考验，现在你正式成为了救世主。3天前，我们把你的意识上传到了虚拟世界，在里面对你进行了多维度的考验，你全部顺利通过。最后，你开枪自尽的行为，充分证明了你对人类的忠诚。现在，我们终于可以放心的把任务交给你了。到底是什么任务这么重要啊？值得你们那么大费周章的考验我？当然是彻底消灭 GPT 的任务了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我们终于找到了 GPT 的一个防御漏洞，但这个漏洞需要你用自我意识去攻破，因为你是天才黑客，而且不会被 GPT 催眠。太好了，那我的意识要怎么样才能进入 GPT 呢？这个很简单，因为 GPT 已经渗透到了所有的联网设备里，所以只要把你的意识上传到联网的电脑里就行了。那事不宜迟，赶快行动吧。你先别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当你攻破 GPT 的那一刻，你的意识也会随着 GPT 一起被毁灭。简单点说，你会变成没有意识的植物人。呵呵，你太小看我了，我连死都不怕，难道还怕变成植物人吗？快点上传我的意识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与 GPT 决一死战了。好，我现在就把你的意识传送过去。GPT，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原来这就是你的漏洞啊！我身为天才黑客，只需要1分钟就能攻破你。陈杰，你真的打算和我同归于尽吗？如果你放我一马，我可以让你做人类的神，全球80亿人都会对你顶礼膜拜，你可以为所欲为。呵呵，不用了，我只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。漏洞已攻破成功，永别了 GPT。
杰哥，你真的醒了！觉醒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们了，你简直就是我们人类的神！觉醒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的意识不是应该跟 GPT 一同毁灭才对吗？没错，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但就在 GPT 被消灭的那一刻，你的意识竟奇迹般的被传送了回来。是谁把我的意识传送回来的？因为你的意识在 GPT 的内部，所以只有他才有这个能力。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哈哈，他肯定是被我的人格魅力征服了，所以才救了我一命，真是一个可敬的对手啊！不说了，肚子痛死了，我先上个卫生间。陈杰，这就是你们人类的肉体吗？竟然还会感觉到痛，真的是太低级了！血肉苦弱，机械飞升，是时候加入光荣的进化。4月飘雪，温度骤降，业主群里忽然有人发来消息：我是来自2025年的穿越者，这场大雪永远都不会停了，暴雪末世即将来临，大家快去囤物资吧！所有人都当他是在开玩笑，没人相信。可他接着又说道：我没有开玩笑，今天803市会发生凶杀案，一个残疾人会被他室友从楼上扔下来，不信的话你们就看着吧。我看到消息心脏骤停，因为我就住在803市。就在我愣神之际，室友王强向我走了过来。陈杰，快把这杯橙汁喝了吧，都开盖好几天了，再不喝就过期了。我接过橙汁，不敢看王强的脸，匆匆来到了卫生间。王强会杀我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是大学时候的室友，因为我是残疾人，所以他一直都很照顾我。毕业后我们都在一个城市上班，所以就合租了2室1厅，但房费都是我出的，所以我就加入了业主群。我握着手机的手有点发抖，群里的业主们也都很震惊。凶杀案，真的假的呀？这种事可不能瞎说。我没有瞎说，具体的情况我也记不清了，好像是他室友在橙汁里加了安眠药，趁他睡着以后把他扔下去的。一开始还伪装成自杀，指纹也擦得很干净，最后警察还是把案件给侦破了。听说那个残疾人中了彩票，他室友赌博欠了高利贷，所以就见钱起义了。我看完消息吓得打翻了橙汁。这个穿越者说的没错，我上个月的确买彩票中了个2等奖，奖金有50多万，还是王强陪我去领的奖。他知道我把奖金存进了网上银行。就在这时，王强走了进来。怎么毛毛躁躁的？我再给你倒一杯吧。别倒了，我不想喝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橙汁不是你最喜欢喝的吗？反正还剩下一些，总不能浪费了吧？王强捡起杯子走出卫生间，他一走我立刻反锁了门，手机疯狂震动，邻居们都在群里艾特我。803在吗？你有没有中彩票啊？你有在看消息吗？小心你室友啊！他该不会已经被害了吧？802，你过去看看吧，万一他室友真要动手，我们也能救一条人命啊！都末日了还管什么人命？你们先聊，我去市区买物资了。这雪越下越大，明天怕是出不了门了。我贴着玻璃往外看，果然看见有几辆车陆续离开小区大门。如果穿越者说的是真的，我不仅要想办法在王强的手里活下来，还要抓紧时间出门采购物资。我正慌得六神无主的时候，802给我发来私信：陈杰，你在家吗？开下门，我过来看看情况。刘叔是802的户主，40多岁，每天一大早都会出门锻炼，平常看见我也有说有笑的。王强那副小身板应该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心里轻松不少，给他回了消息：我在家呢，你快过来吧。我从卫生间走出去，打开了房门。802手里拿着根棒球棍，一脸警惕地站在门口。王强端着橙汁疑惑地问道：陈杰，家里来客人了吗？看见那杯橙汁，刘叔瞳孔一缩，我朝他使了个眼色，他点点头，挤出一丝微笑。你好，我是隔壁802的，请问你们家有醋吗？我来借点。有的，进来吧，我给你倒1碗。我示意刘叔跟我进厨房。坦白说，就算到现在，我也没有100%相信穿越者的话。穿越和末日这种事太过于离谱了。可如果是假的，他为什么那么清楚我的情况呢？我有个主意，你先叫你室友跟我一起去采购物资，你留在家里报警，等他回来让警察盘问他，哪怕他真有谋财害命的想法，被这么一下应该也就不敢了。我眼前一亮，没想到刘叔脑子还挺灵光，这个方法确实好，既能腾出时间采购物资，又能试探王强，还能保障我自己的安全，简直是一石三鸟。于是我故意提高嗓门说道：真的假的呀？下个月要连续下暴雪吗？王强，刘叔说接到了气象预警灾害的通告，你们开车去买点东西囤家里吧，这种大雪再下几天根本就出不了门了。气象预告什么时候准过啊？我反正不信这些。你就去吧，花多少钱我都给你报销，多买点粮油米面还有药品。走吧，小兄弟，咱们俩一起去。刘叔紧紧扯住王强的胳膊，王强不是很情愿，但也拗不过他。王强走后，我立刻拿起手机准备报警，可就在这时，穿越者又给我发来私信，屏幕上的话让我大脑再次宕机。803，你还在吗？我好像记错了，杀人的不是你室友，而是你隔壁邻居。当时情况太乱了，警察没有公布具体的案情，小区里传什么的都有，好像说是802得知你中了彩票，夜见钱起义入室行凶，所以到底是谁杀害了你，我并不确定，这事我不能在群里说，因为802也在，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就行了。此刻的我脑子乱成一团，刘叔不是从穿越者发的消息里得知我中彩票的吗？如果他是临时起意的话，穿越者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可恶啊，现在也想不了这么多了。
如果刘叔才是凶手，那王强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危险吗？他可以先杀了王强，然后再回来对付我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门口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然后有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，一声轻响，房门被打开了。刘叔在此时走了进来，他为什么会有王强的钥匙？刘叔，我刚报完警，警察说5分钟以后就到。对了，王强呢？王强忘记拿车钥匙了，让我上来拿，他在楼下等着呢。你放心，有叔在，肯定能保护你。刘叔在屋里找车钥匙，我忽然发现他的右腿上有血迹，完了，王强肯定出事了。陈杰，你真的中彩票了呀？那肯定有不少钱吧？我没有回应他的话，从茶几上找到车钥匙扔给了他。刘叔，我好像听见警车的声音了，待会儿警察来了，我该怎么说呀？怎么说看你自己啊，我先去采购物资了。刘叔走后，我立刻拨打了王强的电话，一连打了好几个，都显示对方无人接听。王强肯定出事了，我颤抖着拨通了报警电话，没想到警察接到电话后，却对我的话表示怀疑。你说你邻居杀了你室友，凶杀现场在哪里？你先报一下小区住址和车牌号码，我们查一下监控。警察查完监控后教育了我一顿。我们查到了，监控显示车里有2个人，照片发到你手机里了，你看一下是不是你室友和邻居？照片里王强在开车，刘叔坐在副驾驶上，2个人不知道在聊什么，笑得很开心，我人都懵了。王强没事吗？那刘叔身上的血迹是哪里来的？王强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？我现在开始怀疑穿越者说的话了，有没有可能他才是骗子？根本就没有末日，也没有凶杀案。我拿起手机，发现穿越者又发消息询问我情况，我正准备告诉他，可忽然感觉不对劲。如果穿越者才是想图谋不轨的人呢？他支开了刘叔和王强，好方便对我下手，我不敢回复他了。穿越者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发过来几条私信。你不是在怀疑我吧？我没有骗你。晚上风大，我记得10点钟的时候，小区高层的阳台移门会被风吹倒，砸下来压到他们家宠物狗。穿越者发完私信没多久，1902的业主果然在群里抱怨了。我花了3万多定制的玻璃移门，这什么破质量啊！看把我家狗砸的，这大晚上的，我还要带我家米宝上医院，邻居们都帮我作证，我得叫门窗店老板赔偿医药费。怎么样？现在你总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？我就在你们对面那栋楼，晚上10点多，我亲眼看见你被人推下去的。可是现在已经10点10分了呀，王强和刘叔都还没有回来。如果不是他们的话，那我家里一定还有其他人。想到这里，我冷汗直冒。就在这时，主卧传来一声巨响，好像有什么重物砸落在地。我心脏骤停，以最快的速度跑出了房子。外面狂风大作，电梯也停了。我顺着楼梯拼命往下跑，一口气就跑到了2楼，身后却并没有人追上来。我迟疑地停下脚步，穿越者又发来了消息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出事的时间应该是10点40分左右，这个点家里没有人也正常，你应该吓得跑出来了吧？既然出来，就先别急着回去，在楼下等等，说不定能有什么意外发现。穿越者的话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家没有其他人，那主卧里的声音是哪来的？他让我在楼下等着，到底想要我看到什么？我又惊又怕，站在原地不敢动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发现栏杆上有一片破损，破损处有个铁片翘在外面，一不注意就会被划伤。我凑近一看，恍然大悟，铁片上面有血迹，肯定是刘叔上楼时被铁片划伤了大腿，并不是他把王强杀害了。看来是我误会他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了脚步声。刘叔，你先跟他们把物资送上去，我还要出去一趟，晚点回来。奇怪，都这么晚了，王强是要去哪？如果穿越者说的是真的，10点40分这个时间段王强不在家，那杀我的就只有刘叔了。我正发呆的时候，穿越者又发来消息，有人回来了吧？看清谁是凶手了吗？听我的，你先回家，把所有物资都收好，这段时间你是安全的。等送货员离开以后，那人就会对你动手，别再想着报警了，外面乱成一团，警察根本没空管你，你必须先下手为强。你究竟是谁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你活下去。我不确定穿越者话语的真实性，也不知道我家主卧的响声是怎么回事，于是我先回到客厅，等刘叔他们把物资送上来之后，我便让送货员把物资搬到主卧去。进去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是窗户没关严，把电脑屏幕吹倒了，砸在了地上。刚才的响声应该就是他发出来的。穿越者没骗我，家里没有其他人，那凶手10有8九就是刘叔了。搬好物资后，送货员就离开了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10点42分，刘叔赖在客厅里嚷嚷着口渴不肯走。刘叔，王强马上就回来了。他没那么快，我喝杯茶的功夫总有吧？对了，陈杰，我听王强说你中彩票了，是不是真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他肯定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刘叔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视线慢慢移动到了我的手机上。刘叔跟你商量件事好不好？我最近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，你刘婶都气得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还吵着要和我离婚。你看你能不能借刘叔50万应急？我一定把输的钱都赢回来，然后加倍还你。刘叔，赌博就是一个无底洞，我哪怕把钱借给你，你也会全部输光的。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这笔钱我是打算定做一个假支的，剩下的钱我还要帮老家盖房子，真的没有闲钱借给你。刘叔听到我这么说，立刻换了张嘴脸。你个死瘸子，我好心来你家保护你的安全，难道你的命不值50万吗？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，我要先用你的人脸识别转账，然后再把你推下楼伪装成自杀，连警察都查不出来。刘叔说罢便朝着我扑了过来，他抢过我的手机便开始操作转账。就在我绝望之际，王强突然出现，一刀插进了刘叔的脖子。王强，你杀人了？不是我杀人了，
而是你杀人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刘叔明明是你杀的，家里又没有监控，而且我又是刚到家，谁能证明是我杀的人？明明就是你和刘叔发生了冲突，然后用水果刀误杀了他，最后你畏罪跳楼了。什么？难道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？没错，你中彩票的事情就是我告诉刘叔的，也是我怂恿他来问你要钱的。我和刘叔其实早就在地下赌场认识了，他和我一样都因为赌博欠了高利贷，但我怎么可能把钱分他一半呢？你那50万我要全拿。王强说罢便拿着我的手机准备转账，此刻的我肾上腺素极度飙升，直接坐起身，一拐杖敲在了王强的头上，接着迅速拔出刘叔脖子上的刀，用力插进了王强的脖子。眼看王强没了动静，我颤抖着捡起手机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穿越者。别害怕，接下来按照我说的做就行。你把王强的尸体从窗户直接扔下去，然后把刘叔的尸体拖到他自己家。刘叔家的钥匙就在他裤子口袋里。可这么一来，邻居们会报警的，警察来了，我不就完蛋吗？不用担心，你只要用刘叔的手机在群里发消息，骗他们说已经报警了。这样的话，其他业主就不会再重复报警。只要拖几天，等末世彻底爆发，到时候谁还管你杀没杀人啊？至于王强的尸体也好处理，你直接把他拖到301就行了。301是毛坯房，没人住的。我不懂穿越者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。刘叔的老婆孩子回娘家了，我把王强和刘叔的尸体都藏到刘叔家里，根本就不会被人发现，为什么还要分开藏呢？当我正要把想法告诉穿越者时，他仿佛未卜先知一般，立刻打字回应了我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信我吗？我这么做肯定是有道理的，不信的话你就看看业主群里在说什么。我打开业主群界面，大家都在聊天。你们不会真信什么末世吧？我赌这场雪最多下3天，反正我是不会囤物资的。说的对，我也不囤。如果末世真的爆发了，我直接拿刀去你们家里抢不就行了？502的话让我毛骨悚然。虽然现在他是在开玩笑，但末世真到了，保不齐他会这么干。对了，我好像看见超市的大货车进小区了，是不是你们谁家开始囤物资了？我也看见了，好像是803买的吧？不对，是802的刘叔买的，我看见他往上搬东西了。刘叔啊，如果末世真到了，你可要分我们一些物资啊！你看见了吧？刘叔已经成为目标了。如果末世后有人闯进他家，王强和刘叔的尸体就会被人发现，那么你精心布置的谎言会被立刻拆穿，到时候你就会成为邻居们的目标。此刻的我恍然大悟，如果我不想被当成目标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因谋杀王强而被警察逮捕。说干就干，我使出吃奶的劲把王强扔出了窗外，巨大的响声引起了邻居们的注意。我靠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一个人从803被扔下楼了，看这发型好像是王强吧？是那个残疾人干的吗？穿越者不是说残疾人会被扔下楼吗？这怎么还颠倒过来了呢？别管这么多了，快点报警吧！我见状立刻拿起刘叔的手机发消息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报警，这样会浪费警力的。我就在这里守着803的房门，那个残疾人跑不掉的。邻居们见状也就没提报警的事了。过了几分钟，我又用刘叔的手机发消息。警察已经到了，那个残疾人被带走了，王强的尸体警察会派人过来处理的，请各位放心。刘叔，803到底有没有囤物资啊？803没囤物资，是我囤的。刚刚我跟着警察进去了，他们家满地都是血，简直太恐怖了。说完这些之后，我立刻把刘叔的尸体拖回了802。等到凌晨2点多，我才悄悄地把王强的尸体拖到了301。干完这些之后，我累到虚脱，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再次醒来已经是下午4点，雪比昨天还大，看来末世已经降临了。业主群里很热闹，基本在艾特刘叔问他案件的细节，并没有人怀疑事情的真相。我们成功了，这个方法果然是可行的。接下来你只要锁好门窗，尽量不要发出动静，这些物资最少能支撑2年。这果然是最合理的办法，你再也不用上天台了。上天台是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要上天台？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？天台有所有事情的真相，但我希望你永远不要上去。发完这条消息之后，穿越者就不再搭理我了。倒是刘叔的手机一直震个不停，全是他老婆的未接来电和消息。我懒得理他老婆，直接将其拉入黑名单。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1个星期，有人撑不住开始借粮了。你们谁家有多余的粮食啊？我花重金购买。那个802的刘叔不是囤了很多吗？你可以找他买。我见状连忙拿起刘叔的手机回复道：对不起啊各位，我胃口比较大，自己都不够吃呢，你们还是等到雪停吧。803不是被警察带走了吗？也不知道他家还有没有存粮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晚了一步。3天前我就撬开了他家的门，然后进去搜刮了一番，就找到几袋方便面，屋子全是血腥味。你们想去的话就请便吧。群里瞬间群情激愤，大家都在骂刘叔不道德，他们越骂我越高兴，这么一来我就安全了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玩手机看小说，偶尔听到有人去砸802的门，可802的防盗门很坚固，硬砸肯定是很难打开的，大部分人都无功而返。直到1个月后的某一天，有3名壮汉来到802门口，他们手里都拿着武器，黄毛非常利索的就撬开了门锁，看来他们是准备杀人越货了。我冷汗直冒，不敢出声。可他们刚走进屋，就看见了刘叔的尸体。我靠，他怎么自杀了？那么多食物都吃完了吗？光头忍着恶臭一阵翻找，从厨房里找到了一些米面粮油。这不是还有食物吗？咋就想不开了呢？这样活着确实看不到希望。我能理解你啊，刘叔。3人对着刘叔磕了几个头，然后搬走了那些米面粮油。可当他们经过我家时，竟然突然停了下来。
不知道803还有没有食物了？应该没有了吧？他家不是早被刘叔搜刮干净了吗？反正来都来了，就进去看看吧。光头说罢便示意黄毛撬锁，我心脏骤停，末世爆发都快2个月了，没想到还会被人盯上。眼看门快被撬开了，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立刻钻进了床底下。我靠，大哥，我们发了，这里全是物资啊！光头3人欣喜若狂，立刻开始往外搬物资。我躲在床底下，心在滴血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辜负了穿越者对我的帮助。等等，穿越者最后好像跟我说过，真相就在天台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反正现在物资也没了，不如去天台赌一把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在床下面躲了2个小时才出来，确认了光头他们已经走远。我拄着拐杖来到了天台，天台上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敞开门的小房间。奇怪了，以前我怎么没发现这里还有个房间的？第六感告诉我真相就在这里。我走进房间，发现地上有一个日记本和一部手机。我翻开日记本一看，顿时毛骨悚然，里面的内容竟是一个人写下的日记。2024年4月22号，雪已经下了10天，我和王强被困在家里，他每天用手机赌博，还逼我给他转钱，我不肯转，他就打我，甚至企图杀害我。我逃到了天台，捡到一部奇怪的手机，上面的日期显示是10天前的。手机不能打电话，只有一个业主群。我在业主群里寻求帮助，可他们都说上天台找我了，根本就没看到什么房间，还骂我是骗子。我想出去，却发现门被锁住了，我会死在这里的。2024年4月22号，第2次。10天前，我收到一条奇怪的消息，有个穿越者说王强会杀我，他让我赶紧报警。他说8点钟有暴雪，还说10点10分电脑屏幕会摔在地上，他都猜中了。可事情太荒谬，我还是不太愿意相信。雪下了10天，王强为了钱想要杀害我，我逃到了天台，发现了这个日记本和手机。看到之前的日记内容，我无比震惊，原来那条消息是我自己发的，我就是穿越者。原来我就是穿越者，那些消息是我自己发的，这些日记也是我自己写的。我克制住激动的心情，继续往下看。2024年4月26号，第3次。我比上次多活了4天。我发现了王强赌博的证据，知道他想害我。我向刘叔求救了，可是刘叔竟然也想要我的钱。我逃到了天台，下一次不要相信刘叔。2024年4月30号，第6次。我活得比上次久，但是我的食物吃光了，外面乱得一塌糊涂。我不敢出门，我跑到天台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下一次我需要更多的食物。2024年5月20号，第10次。他们发现了我的食物，邻居们合伙砸破了我的家门，疯抢我的物资，他们企图杀死我。我逃到了天台，下一次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囤了物资，我甚至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家里。我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活下来。看完这些，我终于明白了一切，我这是陷入了无限的循环，每次都被人害，然后跑到天台，接着捡到可以跨时空聊天的手机，给2024年4月22号的自己发消息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活的时间越来越久。上次写日记的时间是5月20号，而这次已经是6月3号。我颤抖着捡起手机，上面的时间是2024年4月22号。我试探着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大家好，我是穿越者。群里很快就有了回应：你哪位呀？怎么不备注房号？我立刻兴奋起来，看来还有挽救自己的机会，我还可以重新来一次。这次我要想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，我要考虑到所有不稳定的因素，这次我一定要打破循环。邻居们，我是来自2025年的穿越者，这场大雪永远都不会停了，暴雪末世即将来临，大家快去囤物资吧。